首先要登场的一位老朋友，留洋归来，本赛季第一位开场演员，热烈的掌声送给张俊。大家好，我是张俊，你们好，你们好，很开心又见到你们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生活在纽约的 vlog 博主。装什么呀，张俊？去几个月呀？今年本来不打算回来比赛的，想要逃离这个用成绩来论资排辈的东亚节目，没有成功，因为节目组也给我打感情牌。喂，俊啊，今年还回来吗？哦，不回来，忙是吧？忙点好，忙点好。你也长大了，去这么远的地方，想见你一面也难啊。有机会还是回来看看吧，我们还能活几年呢？以后回来想见都见不到了。对了，今年录节目通告费涨了。早点说，你说那么多干嘛？早点说这个，我直接从导演衣柜里面跳出来，哒哒。我对我们的文化好像有了更多的认识。我刚落地纽约，我有些朋友就带我去吃中餐，我还没消化呢。我以为他们是怕我吃不习惯，结果他们只是想让我尝一下这家中餐馆到底正不正宗。我说为什么是我？他说因为你刚来这个国家，你还没饿过。我好害怕啊！但他们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一边点菜一边说，这家其实相当正宗，这家特别正宗，这个比国内还正宗。哇，倒反天罡，这不像鉴宝节目，他们就是故事老头，我就是那个专家。专家要是说不正宗，他跟你急，你懂不懂啊？这家东北菜是当地最正宗的东北菜，你懂不懂啊？然后老板走过来，猴不猴气呀？袅袅滴灯。吃了不少中餐馆，都很好吃，就差一点味儿，不知道差什么。直到有一次我在唐人街吃饭，听见隔壁有一个华裔妈妈跟她女儿说：“我跟你爸在美国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上一个好大学。”我说这中餐太正宗了，这太正宗，就是这一小撮愧疚感。我说我这个剁椒鱼头怎么有点淡？原来是少了我的眼泪。有些美式中餐它好吃，但它不正宗，因为它最后总是要给你一个幸运饼干，里面有个纸条，写一些特别正面的话，人生勇气惊喜。不要，你要正宗的话，你打开里面写你又在外边吃饭。正宗是一种文化氛围。有一次我有几个朋友带我去吃，他们是各个国家的都有，他们带我去吃中餐，我一进去就感觉这个地方不妙，不正宗，因为那个服务员问了我一个特别陌生的问题。他说：“你有什么过敏源没有？”我没有，但他们都有，就我没有。我就问服务员：“你有什么推荐吗？”他们怎么都有？我朋友他是个美国出生的华人，开始报自己的过敏源，跟报菜名一样。我花生过敏，大豆过敏，鸡蛋过敏，还有乳糖不耐。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是一个相当正宗的中国人。因为我第一反应是你不吃就滚。你别影响我点菜行不行？你忍一下不行吗你？我说的都是老一辈会说的话，你就是饿少了。或者追问他，我问一些奇怪的，我说你花生过敏，他说对，我说那花生碎呢？他说也过敏，我说那花生露呢？他说我不是对花生的形状过敏。可是我想吃花生，我就说你得学会吃花生，你不会吃花生，以后进了社会要吃亏了你。
我为你好，你知道吗？我觉得他的需求是完全合理的，就应该这样。我只是很嫉妒他可以这么坦荡的说，我不是这个，我不是那个。然后服务员也特别配合，好，还有呢，还要什么呀？3个过敏1个不耐，你还要什么呀？再来一个，今天我们只能喝西北风了。那不行啊，我有鼻炎，我冷空气过敏。这怎么行啊？我们顶多拒绝一下调味料。所以很多人网民写不吃香菜，没有人写不吃花生大豆鸡蛋牛奶，因为这就是一杯奶茶的成分，你知道。我有时候真想犯贱，你知道，先生您喝什么？我要一杯他的过敏源。这个特别尊重人的吃法是正确的，只是不正宗而已。我吃中餐的时候说不是很难的，你要来来回回的。我每次说不吃什么，我都有一种麻烦别人的感觉，所以别人问我你有什么忌口吗？我都这么说，我说有，但你都可以放，我挑出去就好了，就这样，我挑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筷子，为什么我们用筷子？方便挑出来。厉害啊！我现在快用可好了，我香椿炒鸡蛋，我把香椿挑出去；小葱拌豆腐，我把葱花拌出去，再把大豆蛋白分子也挑出去。我现在筷子用可好了，我可以夹断化学键，你知道吗？说不是很难的，就算你不吃，人家也要给你夹，夹的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你尝一下。哎，你尝一下，你是不是嫌弃我？当然了。我家吃年夜饭的时候要一副公筷。年夜饭呀，年夜。那个边界感黏糊的，真是。你试一下年夜饭的时候要一副公筷，所有人都是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嫌弃你爷爷有甲肝是吧？爷爷有甲肝。算了，我挑出去就好了。这次回来就是10天前刚回来，这每天熬夜，然后黑眼圈，然后掉头发，非常非常辛苦。我这么辛苦就是为了能够给你们带来很多欢乐。是，我在段子里加了一点愧疚感，现在是正宗的中式脱口秀。还是希望我的原创节目可以多活几年吧。谢谢大家，我张俊，谢谢。相当完美，不跳。哎，谢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去年在这里怼天怼地，但是认怂速度非常快，掌声欢迎高寒。大家好，我叫高寒，然后我这个人非常有文化，从小看书，小学看《论语》，初中看《史记》，高中通读《小时代》全集，然后大学加入了文学社。当我发现城里文艺青年看的书我没看过，第一次聚会一个人说他喜欢萧伯纳，我说喜欢有啥用？你得跟他表白呀。就听他们聊作家，我真害怕。就聊什么啊，村上春树、三岛由纪夫、列夫·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我说啊，一寸长一寸强是吧？那我喜欢达拉崩巴版的北迪比都不弱。那个场合。那个场合，每个人都太装了，都在那啊！我想要创造一种文化现象，就
敢吱声。这时候两个人吵起来了，一个人说：“他说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啊，就是徐渊冲翻译的最好。”另一个说：“那你太不懂了，太外行了。包法利夫人你得看李建武翻译的。”我一看机会来了，我一句话给他俩都镇住了。我说：“包法利夫人就得看英文原版。”我们社长说：“包法利夫人是法国人写的。”哎，现在回想感觉真挺愚蠢的。就你喜欢的作家跟你本人有什么关系呢？啊，那我偶像是列夫·托尔斯泰，我就厉害。那我偶像是俄罗斯沙皇，给你偶像抓起来。抓起来。当时最愚蠢的是那种死亡崇拜，为了显示我才是最文艺的，我说我打算30岁就自杀。社长说太晚了，他说我25就死。我说完了，大意了，早知道我说25好了，我说25，他今天就得死。其实我很崇拜社长，他看过很多书嘛。为了追赶他，我开始恶补，1年看了100本书，终于成了真正的文艺青年。但有些人开始歧视文艺青年，说文艺青年娇柔造作，无病呻吟。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我不光是文艺青年，我还是一个古风小生啊。文艺的时代过去了，但社长好像一直活在过去。他毕业不工作，带我摆摊卖他自己写的诗，说挣钱分我一半。一直摆到第5天才有第一个人来。那人看了2页，他说：“哥们儿，你俩是不是把 QQ 空间打印出来了？”那天下了一场瓢泼大雨，我跟他大吵一架。我说：“诗人就是狗屁不是。”他说：“不是的，诗人是神的代言人，神有想说的话会通过诗人来表达。”我说：“这个我知道，这个在东北叫出马仙儿。”那天大雨把他的诗都浇透了，他说了一句我铭记一生的话，他说：“我看见上天在为我哭泣。”我写的都是些什么垃圾诗？我说：“社长别这么说，这些不是垃圾诗，这些是湿垃圾。”之后我们就不联系了啊。我们下次联系就是2025年，去年我们社长28了，按理说他已经死了3年了。他微信给我发了一个拼夕夕链接，让我砍一刀，太幻灭了。就咱文艺青年玩的 APP 不应该是豆瓣吗？那天我怀着很复杂的心情点开了豆瓣，跳转到了拼夕夕。我真崩溃了，我说你咋不写诗呢？你不说诗人是神的代言人吗？他说那是以前，现在诗人是牛翠翠的代言人。我说这都是啥呀？拼夕夕牛翠翠，高涵涵心碎碎。是心碎碎了哦。晚上我喝多了，给他发微信，我说社长，我们还能文艺吗？他说来不及了，我已经看了100多部红果短剧了。没有办法，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庸俗，但庸俗是一种投名状。想进入社会就要处理掉文艺的自己，所以现在社长没有生存空间了。之前我们的文艺都能发表在 QQ 空间，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应该感谢腾讯这么好的平台。巧妙了哦。这个是我的投名状啊。你们也能听出来，我现在非常庸俗，可以说是一个下里巴人。可能有朋友不知道这词儿啥意思啊，没关系，不知道下里巴人啥意思，说明你是一个下里巴人。
对跟我一样，跟我一样。但我觉得我也没有彻底庸俗，因为每当夜幕降临、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偷摸文艺，真挺好的。因为在文艺的世界里，再厉害的人都可以瞧不起啊！什么你是185黑皮体育生，不好意思，我比你文艺啊！什么你爸是大老板，不好意思，我比你文艺啊！什么你长得像杨幂，不好意思，我爱你。文艺真的非常好，非常好。我看有的演员演的炸，我就嫉妒就难受。但用文艺的角度想，一下释怀了。他为啥炸？因为他讲的是商业脱口秀，爆米花脱口秀，太俗了，俗不可耐。为啥有人说，哎，高寒讲那啥玩意儿，冗长无聊，莫名其妙，给我看睡着了？因为我讲的是文艺脱口秀，脱口秀贾樟柯。为啥冷场？因为高级又高级又寒冷，这就是高寒脱口秀。所以我讲脱口秀不是为了炸场，是为了让你们思考。经常我一个梗抛出去，现场就陷入了鸦雀无声的思考。有一次大家正思考呢，有个人竟然笑了。我说谁呀这么不懂事？我在台上就找啊，找了一圈没找着。后来抬头一看啊，原来是人类一思考，上天发笑。哎，好久不见了，上天！上次见你还是在那哭泣呢。作为文艺脱口秀的领军人物，我将讲一个中国脱口秀史上最文艺的结尾，说顷刻一声锣鼓歇，谁给我鼓掌谁是爹。张俊战队的第2位，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是一位新人演员，掌声欢迎曹国。大家好，我是曹国。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留了一个比较短的刘海过来。我16岁就开始脱发了。当时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家人都过来安慰我说：“曹国没关系，聪明的头上不长毛，聪明绝顶。”但我根本不要聪明，我要顶。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各种搜怎么办，但是我发现没有任何科学的方法可以根治脱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尝试一个偏方，要我多吃糖油混合物，抽烟喝酒加熬夜啊，长期坚持就可以让我的脑功能下降。我要根治我的聪明。当时我坚持了1个月，测了一下我的 IQ， 测出来130，我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别人什么都不用干都可以笨笨的，我这么努力了还这么聪明呢？脱发这个事情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一般的男孩子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大个3、4岁很正常，我不一样。我看起来永远都像一个比我的实际年龄大10岁，但是保养的还可以的男人。很多人评价我的表演风格，说我有一种浓浓的死感，问我是不是经历了什么。我经历了16岁开始脱发。但我认为我的这种死感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我的普通话。我其实是一个湖南长沙人，我正常讲话是这个味道的。这个漂亮哦。然后从16岁开始脱发，我就一直在适应脱发这个事情给我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比如我开始慢慢的习惯每次洗头的时候用越来越少的洗发水。16岁的时候我洗头发还用1到2泵的洗发水，现在我洗头发的话只要1泵，挤到一个50毫升的分装瓶里头兑满水，然后每次洗头发的时候就舀起泡，用1到2个泡泡就够了。
用3个就洗不掉了。脱发之后，我的整个世界观都变了。比如说，一瓶500毫升的洗发水，对你们来说就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在我看来，这就叫传承。这半瓶洗发水是一定会上我的遗嘱的。当然，最让我不适应的，还是我的洗面奶越用越快了。一直是往上走。对，后来我脱发越来越明显，我就去找一些比我更资深的脱发人士咨询一下，学习一些经验。我有一个比我脱发早几年的男性朋友，他的解决方案是把边上的头发留长，然后盘过来。我当时看着他这个秃顶长发男，感受到了一种叛逆的油腻，感觉到像一个很喜欢摇滚乐的公司领导，每天在办公室里喊开会，开会。我还有一个朋友是那种地中海型的头发，就中间已经空了，但周围一圈还有头发。他的解决方案是把边上这一圈都留长，然后扎成一个丸子盖在上面，像个茶壶的盖子一样。确实看不见他的头皮了，但是我说你这整个头上的头发扎起来就一个撒尿牛丸那么大，还是有点明显的嘛。我也采取了很多这种补救的办法，比如吃一些生发的食物，涂一些生发的药物，然后我额头以上的部位就越来越秃，我头上其他地方就毛越来越多。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走的是这种南半球的性感风格，北半球确实长不出来了。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什么韩潮、日潮、国潮，我喜欢清朝。我在穿搭这方面从来不在乎什么 city 不 city， 我一走出去，别人都以为我出生在 Forbidden City。Forbidden City。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个事实，就我以前其实是真的留过刘海的。刚开始脱发的时候，我的刘海像一个那种明星的保镖一样，在外面维护我的尊严。看什么看？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看什么看？等我过了30岁之后，我的刘海就有点慢慢的失控了。我一出门稍微一不注意，我的刘海就像个变态一样在那。所以我赶紧把它给剪了。我也没有准备去植发，因为其实我的发际线还没有稳定下来。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很积极自信地面对脱发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对，我老婆她本科和硕士读的专业叫做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的方向是毛囊再生。这不是段子，也不是巧合，这就叫缘分。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他说过最浪漫的一句话，是我们实验室在招志愿者。我当时就把手搭他嘴巴上，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失去我头皮。当时他的硕士论文要用全英文写，虽然我对于生物医学工程的知识完全不了解，但是我英语还可以，所以我帮他改了一下用词和语法。当我反复看到 fail 这个词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已经有点乱了。等我在结论的地方看到 impossible 的时候，好残酷。我选择了相信爱情。对，23年的时候我老婆怀孕了。然后当时我得知脱发这个基因80%的概率会传给儿子，所以我当时真的好怕我老婆会生个儿子，这个根必须给我断在这里。所以在陪我老婆去做产检的时候，我就凑到医生边上，我说：“医生，我知道不能查性别，你能不能帮我照一下发际线啊？”
最后还是很幸运生了个女儿，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概率会传给她，所以我一直很担心这个事情会给我的女儿的人生带来困扰。但有一天，我女儿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一天晚上，我跟她读故事的时候，她突然转过来对着我说：“爸爸，你好漂亮，你的头上亮晶晶。”我当时真的觉得我的女儿眼睛里都在发光，仔细一看是我的额头的反光。但不管怎么样，我女儿这一番话让我就接受了，我就是一个聪明的靓仔。谢谢大家，我是曹国。掌声欢迎赵越。我喜欢。大家好，我叫赵越。哇，超级无敌喜欢他。剪头了，早知道把头发给曹国了。我不要，我不要。这个是我的新发型。之前没剪头发的时候都说我长得像壮壮妈，先把头发一剪，他们说有点像房主任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和我妈的一些事，之前在节目上从来没提过她，现在有些网友让人无法想象，我在节目上没讲，他就以为我没有，其实我有。我妈她是农村红白喜事的服务员，她一天可以挣50块钱，但也不是每天都能挣50啊。因为天天挣50，村里人也受不了。我怀疑我们村以前是个县。我妈下班一般很晚，有时候给我带些吃的回来，黑着灯就把我叫醒喂我吃，吃完又让我赶紧睡。所以很多东西我吃过，但我没有见过。他也带我去吃过很多村里的流水席，哎呀，流水席可太好吃了，我至今都记得我们村首富他奶死的那一次。席上的菜一个比一个硬，吃一半我骂自己，这就饱了？你平时不挺能吃的吗？我在他家一共吃了7天的席，下葬那天我哭得最大声。我是真舍不得他奶。后面几天看到他家老爷爷，都好想说上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个是开玩笑啊，我还是希望爷爷长命100岁。我妈这几年已经来到城里当一个正式的餐厅服务员了。因为在村里很难接到活了，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老人也长寿。老人长寿就是在等年轻人结婚，两拨人杠上了。年轻人不结婚，老人他就硬长寿，把我妈活活耗在那儿了。我妈是在一家日料店上班啊，真没想到，我们村第一个进外企的是我妈。他很担心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老问我说：“妈，当服务员你会不会觉得丢人啊？”我说：“妈，丢人这事儿我从不靠父母。”我妈说：“你这窝囊话说的真霸气。”我真不觉得丢人，我之前干过服务员，那会儿朋友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妈是服务员，你现在也是服务员了，那你们家是服务世家呀？”我说：“是。”你可能不知道，我出生第一句话就是买海票丝儿。我妈这工作经常要加班，有一次去看她都快下班了，还是会来人吃饭。我也劝我那个不好意思哥，咱这儿快打烊了。那个人不听劝，说没事没事，我吃得快。他是吃得快，但他喝得慢。喝完还教育我说：“兄弟，你听哥一句劝，
以后要是有女的说爱你，千万不要信。我说哥，以后要是有男的说他吃得快，你也不要信。我妈在城里比在村里舒服一些，因为在村里的舆论压力很大。在村里，你要是7点不出门扫地，村就说这家人完了，懒。但你7点扫了地又能得到什么呢？就能得到一个评价，叫这个人勤快。勤快就像锁链一样，把我妈在这儿锁了半辈子。我妈来到城里，感觉终于有了自己的带薪休假。休假她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回村，有时候就半天假，她要回去给地里浇个水。半天假不是我妈的极限，是村里水泵的极限。她活得像阵风，城市尚未觉察她的离去，土地就已知晓她的归来。有点文艺了，厉害了，厉害了！哎，高寒有对手了，对，我妈不怕吃苦，她觉得苦1年又不是苦一辈子，但其实一辈子就是一年一年苦出来的。我说妈，我说妈，我这2年在外面挺厉害的，你不用再这么辛苦了。有啥想干的你告诉我，有什么梦想说了我就能给你实现。我妈说她想当奶奶。我说妈，我错了，我在外面啥也不是，对不起。现在身边人结婚我都不敢跟我妈说。去年我发小结婚，我妈还问我说那个谁结婚了，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呀，这多少年都不联系了。我妈说你是伴郎，你不知道啊？你咋光骗妈呢？你咋就不知道着急呢？我25岁的时候都已经有你了。我说妈，我25岁不也有你吗？哎呦，哇！这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咱们共同参与了彼此的25岁。我妈催我，她是想趁还干得动再帮帮我。其实不用的，她给我的已经够多了。小时候我是村里唯一一个有儿童牙膏的小孩，因为儿童牙膏比成人的要贵5、6块钱，其他小孩都没有儿童牙膏，也没有成人牙膏。我很早就知道牙膏是有草莓味的，我这一口好牙太适合啃老了。真怕爱上，别再为我做什么了。下班了，袁女士。讲到这，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来都来了的小蝶。大家好，我是小蝶。要和小蝶对战的这位演员，他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变化。掌声欢迎史岩。大家好，我叫史岩啊。我是从那边过来的，完就今年上这儿来了，主要是听说这边去年播的挺好，我寻思来看看咋回事儿，反正你们好好整呗，你们，你整不好，明年我还回去。这个是梗啊，这不是内心真实的想法。现在情商太高了，现在，我前一阵刚过完自己40岁的生日，这情商高正常，但是智力有点下降，前2天吧，在那个蜜啥啥城点了一杯水，没给我，说没有尾号是6342的，我走出去2站地。找着另一家店儿，完才整明白，说这快递取件码取不了果汁儿。
这智力下降吧，现在还打上呼噜了。有时候就感觉自己一个声音像一颗彗星似的，有尾巴。有时候笑着笑着吧，就这样的。最早发现我打呼噜的是我老公。这话说的，反正你说让别人发现，也不太合适。他说我影响他睡觉啊，让我上医院去看看去。我说怎么结婚这么多年了，还是没习惯女性发声啊？他就失眠嘛，失眠完说总梦见自己跟一个男的一被窝。我说怎么挺大个老爷们儿，还害怕老爷们儿呢？给他买的褪黑素也不太管用。他说这玩意儿吃完耳朵也不聋啊。哎呀，睡不好，俩人睡不好，后来就分居了嘛。这是个好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当我们俩同时说出今天我睡沙发吧那一刻，屋里的气氛都有点暧昧了。刚处对象的时候说的也是这句。这都属于郎有情我有意了。我睡沙发吧。真的，这句话说完，不管你们的感情状态处在哪个阶段，都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太暧昧了，暧昧，振聋发聩。有人清醒，有人沉睡。比我的呼噜还响了80个分贝。这玩意儿写的太小品了。那能咋地呀？就讲我都40了，谁能管了我呀？接不着上春晚的活，还不让过上春晚的瘾呢。现在我们家天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增加了一个抢单环节。我说今天晚上我睡沙发吧，别的，昨天都你来的，今天该我了，别跟我撕巴了。孩子在旁边看着呢。哎，说出来不怕你们羡慕。分居之后恩爱多了。现在我看他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觉着他是我的crush。之前吧，我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因为我睡着之后我听不见。一直到后来有一次我在外地演出，演完出晚上坐卧铺回家，当时跟3个大哥分到了同一个包厢。我当时是下铺，就是印象当中比较容易被骚扰的那么个位置。我知道法治社会现在出现那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小了，但是你知道女人一旦知道自己还有点姿色的时候，她心中吧难免就会升起那么一丝恐惧。他们当时放的确实也是很开，我这行李没放好呢，他们都光上膀子了。我心说，我说这有点危险，要不今天晚上就不睡了。我就一直坐到沈阳北，天亮我就下车了。后来呢，是被自己的呼噜给震醒的。不知道你们打没打过那种，就是可以把自己震醒的呼噜，就是那种嗡一下子。我当时都不是给自己吓了一跳，当时感觉自己獠牙长出来了。睁开
开眼睛的时候，3个大哥已经穿好了。一人拿一瓶甜水在那坐着呢。这个画面怎么跟你们形容呢？你们让别人给你守过灵吗？这3个猛男，哎，穿戴的非常整齐，眼神当中吧，还流露了那么一丝疲惫和哀怨，同时还有一些难以置信。你就感觉他们之间互相怀疑过彼此，但是最后发现问题出在我身上，真的是我这么多年做过的唯一一次不熄灯的卧铺。那天晚上大家都在保持警觉，3个大哥为我亮灯。反正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下车的时候，有个大哥跟我说：“他说老妹儿，昨天晚上这觉睡的挺外向的。”这也是我活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吃到外向的红利，就是换来了别人的内向。真的活了40岁了，突然明白一个事儿，就是这个世界上女的怕男的。但是男的吧，他怕呼噜。之前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打呼噜这个事儿，我就一直觉得有点丢人。但是当我发现，就是我无法克服的这个缺点可以保护自己的时候，我突然就放下了，甚至现在还有点窃喜了呢。真的，我知道讲完这段肯定能有人联系我说打呼噜能治啥的。我知道能治啊，我想说啥呢？就是当一个女人发声的时候，能不能先别说她有病啊？这也鼓掌啊！打个呼噜上这高价值。脱口秀完了，脱口秀。谢谢大家。掌声欢迎冯子豪。哎，谢谢大家，我叫冯子豪，大家晚上好吗？谢谢，我今年24岁，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要面子，毕业给自己买了一辆2手车，买完很开心，但人和人的差距真的很大，你知道吗？我朋友过来给我泼冷水，他说你买个破2手车你别开心，你知道那个谁吗？人毕业弄了一个帕拉梅拉，我谁听了都生气。我说我买车跟他做减肥操什么关系？人和人的差距就这么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帕梅拉。上网搜保时捷帕拉梅拉多少钱？人民币130万一辆。很好，你们的反应很平静。要对钱有概念，各位，130万，天文数字。我大学4年一共攒了1万块钱。我去买车，车贩子嫌少，他说哥，这样你添点预算，98800。你买这辆车，哦呦，跑得快。我说我不要，哦呦，跑得快。你去给我找一辆，我去还能跑。他带我看了他们的镇店之宝，一辆2008年生产的捷达，一辆退休的出租车重新喷的漆。我说哦，这个有点侮辱人了。我就往死里砍价，我说你这个车1万卖不卖？车贩子看着我，哥7000你开走。那就是我人生第一辆车，7000块钱买回来开着，发现跟130万的车还是有点区别。各位，130万的车买来第2天不用进维修厂的。我买来第2天开着感觉不对，我就开去维修厂，师傅给我检查，他说孩子这个车18年了，2个刹车盘磨碎了，你得全部换新的。给我吓惨了，我说全换新的得花多少钱？45。
45刹车盘，我害怕，我在旁边拿手机搜，我说保时捷帕拉梅拉刹车盘多少钱？搜到了7000块钱一副。我的车钱，啥意思？保时捷刹车的原理就是塞一个捷达在下边磨。生气修车，你不知道啥会坏，那个倒车灯坏了，就是挂上倒档后边会亮那个灯。年代太久远，这种小配件找不到原厂配件了，啊，给我从网上买了一个鬼火少年的改装件，商品名叫老捷达超亮流氓倒车灯。我说什么叫流氓倒车灯？是我挂上它的时候，它会对着后边的行人。我说我觉得你这个灯是不是有点？他说12块钱。我说装上，装上就装上，谁也不会检查这种安全配件。当天晚上就忘了，带着我朋友去商场吃饭，在停车场倒车。我说你下去到后边帮我看着点。他下去到后边，我挂上倒档，后边天亮了。我朋友气疯了，捂着眼睛到主驾驶来找我，说兄弟你这车厉害，后边装了个浴霸。修啊，你都不知道这个车坏什么东西。这个车刚买来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它在加速的时候会不受控制的往右跑，我都不知道。我是有一天在高架桥上，右边有一个下桥口，导航说请保持直行，我踩了一脚油门下去了。给我吓一跳，给后边车都吓一跳。后边车生气了，加速上来把窗户摇下来骂我，说：“哎，怎么开的车？变道不知道打转向灯吗？”我心想还打转向灯，我都没打方向盘。很害怕，抓紧上网发帖子问我刚买了一辆二手车，会不受控制的拐弯。收到了一条让我困惑的评论，他说没事儿，原车主回来了。很奇怪，你知道吗？我买这辆车原先是为了见人有面子，但不知道为什么有了这辆车以后，我现在不太敢见人了。毕业之后入职当了一个老师，第一次团建嘴就比脑子快了。有个女同事家离得比较远，不太方便，我说哎，我有车，我接你吧。她很开心，她说哦，冯老师买车了，什么车？我说少打听。但是人很焦虑，抓紧时间回家开车，路上就在拿手机搜怎么让一辆老车看上去不老。各位，我发现我这个车真的突破了大家对老车的认知了。人家网友有办法，说很简单，你把同事坐在副驾驶能看见的地方全部擦干净，啊，就比方说那个中控台、座位，还有窗户升降的按钮。我那是个摇把。这个玩意儿还有擦的必要吗？他看见的时候就说明一些问题了吧？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呢？我说你抓住那个，我抓住这个，咱俩一块摇。我很焦虑，我知道他看见摇把就知道这是台老车，我多虑了。他在车外边就看出来了，站在车外边敲我副驾驶玻璃，说冯老师，车不错，就是得18年了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往后看，我就往后看，发现我车后窗玻璃上贴了一行白色的小字，写着与一汽大众携手为北京奥运喝彩。这段段子就结束了，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就上车，我们就去那个团建的地方，一路上我们真的很安静，因为我的车里真的很吵。同事很有礼貌，要不咱听个歌，冯老师？我说可以，你把前面那个扶手箱打开。他说啊，蓝牙在扶手箱里吗？我说磁带在扶手箱里。
磁带往里放，他又不会放，我很着急，我也没法帮他，因为我手一离开方向盘，车就往右跑。我就抓紧提醒他，我说你往下放，上面那个是以前打表的。放进去就听歌，听了几首我就停了。同事很害怕，是不是给你弄坏了，冯老师？我说没有 ，A 面听完了，翻 B 面。同事很困惑，问出了那个他终于想问出的问题：冯老师为什么买这辆车？我要面子，我说我喜欢老车。我说完我都想扇我自己。我喜欢老车，我怎么不买辆08年的帕拉梅拉呢？那是我想喜欢吗？那有钱的人家喜欢什么就能拥有什么，那我这样的只能拥有什么我就喜欢什么。没办法，我很焦虑。但那天团建没结束，就这个事儿已经传开了。传开了，冯老师买车了，听说了吗？什么车？烧油的是烧电的？不知道，说是铅笔驱动的。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耳旁早，拜拜。掌声欢迎小齐。来吧，主咖。哎呦，谢谢各位，我是小齐啊。最近特别爱这种虚假的掌声，就让我感觉啊，我是明星。谢谢你们，我还知道自己的知名度的啊！我知道，大概是每3个月会有个姐姐在街上把我认出来，那种说：“哎，我认识你，你上过那个，就那个中专。”我以为要说主咖呢。主咖这个节目你们看了吗？看了。谢谢，对，我在里面当副咖，真的，这个节目播完了，真的太开心了。因为终于可以好好骂骂这个破节目了，真的，我当时太难了，每天都要跟那些硕士导演解释什么是中专，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帮我的内容把关嘛，把关各位理解吧，把幽默的门一关。他们质疑我的时候，我每次解释都感觉我自己很屈辱呢。因为我段子不说我16岁参加工作嘛，他说不对呀，小学、初中加你中专3年，怎么能16呢？我说对不起，我13上的中专。他说13让上中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没人拦我呀。我当时想这是干啥？质疑我学历造假。他说不是，我就不知道。他说这个事儿好像有法律关系，我们得问问法务。你知道我当时吓坏了，朋友。我说问法务，问完我不会犯了什么偷学漏学罪吧？法官直接判你终身上学。朋友们，这个世界怎么了？啊，大家听说13岁上大学，神童吧？我13岁上中专啊，犯法吧？哇，很棒啊！我们不能也是跳级吗？法务也没处理过这种情况，他说可能有风险。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一下这事儿吗？朋友们，我真不知道咋证明。毕业证我扔了，谁知道这玩意儿有用啊？我之前找工作说我是中专，没人不信呐。
没人，我看你像博士。让我查学信网，我一查中专不进学信网。学信网的全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中专是中等教育，而且我查了，我们没有低等教育。我记得上次这么分的是星某课呀。我也觉得大学改名吧，咱就中专、大专、特大专。而且你知道我查学信网多难吗？学信网的验证码是一道题。我感觉我有点傻，我做不出那道题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应该已经在劝我了，这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没法证明了，朋友们，而且我发现我的母校被合并了。朋友们，准确来说，我现在是小学生。朋友们，今年又来了很多低学历赛道的演员，他们绝想不到我又进化了。哥们儿无敌了，我不信会有人把学历停留在大班儿。大班儿。我现在算制霸低学历赛道了。但朋友们，我真的不想困在这儿，我想突破，你知道，我不想80岁了一上台还是我是脱口秀的小学生。但我知道我这样，我上来就读书肯定是激进。我想去大学，就我看看，我不上啊。我没去过大学，我一直想去看看，因为这事儿还特意找的张绍刚老师。你们敢想，他居然是中传的教授。谢谢，对，给张老师的掌声可以啊。对，我也没想到，以前我以为他只是没素质，然后没想到他这么有文化，你知道吗？一聊天真的是那样的。我去他请吃饭嘛，我在那抢买单，你知道吗？抢买单我花2000多，我真没想到这么贵。你几个人多大个嘴？对不对？我求他，我说求你了，让我大学看看吧。我花完钱才知道，大学小程序预约就能进。为啥呀，朋友们？因为我从小听到的都是那些好大学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啊。我当时上的中专是不让随便进的。大学可以随便进，中专不让。其实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为什么，因为大学不会有校外的人来找事儿。不会有人一脚踢开北大的大门，在那说：“你们老大谁呀？”谁？蔡元培？打扰了。但谁能想到那天张绍刚教授亲手教我的小程序预约？在那说：“小杰，别吃，小杰，你不知道啥？他打断别人的时候，指尖跟下巴是连上的。小杰。”还真是，还找。小程序下拉。朋友们，屈辱！我让一个老头教我使手机。
赖我邵刚老师，观众共鸣了。我还问为啥吃个饭花这么多还不好吃？我说邵刚老师，你教我用小程序，我教你用大众点评必吃榜。大众吃出来的美食榜单，想吃好可不能脱离大众，别总点评大众，多用大众点评。哎，谢谢各位啊。好，朋友们，第一次真的很感谢邵刚老师让我去见了世面，真的。我第一次去大学什么感觉？朋友们，就感觉大学真大呀，还有体育场、家属楼、奶茶店，就是那个蜜莎莎城。真的，我每年都刷到什么大学又缩招了，我真以为他们没有地方了，招不下了。我想你把奶茶店你改成教学楼，不是又能收50个中专生吗？你奶茶店你只能收2中专生吗？我感觉逛那个校园，我大脑已经过载到没法跟人正常交流了。那还遇到了一个认识我的观众，这哥们儿太好客了，要领我上课。说走，咱俩一起去上新闻采写。我当时什么新闻采写，扎手指头啊！我知道有点愚蠢这个想法，但我发现那些大学生不了解中专的专业，他们也很愚蠢。因为我中专学的是动漫与游戏制作。哦，哇，惊奇吧？啊，中专不是只学美容美发跟汽车修理吗？他可能也那么想的，所以他说他哥们学动画的。我说好巧，我中专学的也是动画。他说啊，那你也是制作吗？我想不然呢？啊，我们学的观看。我们40个孩子坐教室里看动画片儿。我发现我俩对对方都有很严重的误解。我说你领我上课，你不怕我半路听不下去，开始扰乱课堂秩序吗？他说我们大学听不下去，可以直接走。我说你们大学让逃课呀？说你们中专不逃啊？我说我们不知道逃去哪儿，我们不让随便进出。真的，我发现我们不管学历高低，他都有自己思维的局限性。但我知道这句话一般是低的人说的。但我觉得成为一个小学生挺好的，因为只要我活到老，我就能学到老。所以谢谢各位，我是小学生小齐，谢谢你。更欢迎 Seven。哎，大家好，我是 Seven， 还在上班，在这样一个今天的工作日，为大家带来一些酣畅淋漓的工作段子。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用那种线上会议软件开会啊？会吧？对，给你们一个忠告，千万不要在对面还没进来的时候，就一个人在那个会议室里开着麦克风瞎说话，会被那个 AI 会议机要记下来。我最近跟客户开会，客户迟到了10分钟，我也没有闲着，我骂了他们10分钟。我说这帮人都是弱智吧？啊，需求一直变啊，3天一小变，5天一大变。我们工作群应该改名叫厕所。我当时骂的相当幽默，我说这帮人那个脑子做成脑花都不入味儿，啊，里面没有褶皱，我知道吧？骂的可爽了，全让 AI 给我记下来。
实时生成。客户进来时候，那侧边栏已经写上了，写的参会人员疑似对会议很不满意，他建议项目团队解散，并且表达了对火锅的喜爱。看这会议叫在这生成的时候，我感觉天都要塌了。而且最绝望的就是你没办法制止他，因为就算我跟他说你别记了，他也只会写下来，他说你别记了。啊，就感觉这个东西特别像古代那种什么破事都记得史官，啊，就皇上最爱杀那种。我现在强烈建议砍掉这个功能，我不需要如此完整的软件，这方面我跟皇上是一样的，我们永远最信任阉割版。我上班之后感觉自己脑子也变成那种阉割版，这几年之后逐渐变成了那种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的人。最近去找我在清迈的朋友度假，第一天就崩溃了，因为他们带我钓鱼是去钓那种钓上来之后必须得放回去的鱼。朋友们，我上班之后真玩不了这个，毫无产出啊！就这种行为的愚蠢程度，在我心里可以等同于你把 PPT 改完之后点那个不保存。就纯拿鱼饵喂鱼玩啊！我当时还纳闷，我说这些鱼怎么被勾住之后不挣扎？啊，知道自己能回家呀！我估计鱼可能自己在底下都商量了，说咱们今儿在家吃一口还是出来吃一口？钓完鱼开始带我去咖啡店，清迈咖啡很好喝，但是一进店又给我整不会了。我在那儿看着双手空空如也的我的朋友们，问出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你们光喝不带电脑啊？理解不了，头一次看见扎了兴奋剂不比赛的。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采访他们，因为他们在那儿一唠就唠好几个小时。我开始采访，我说你们平时就这么浪费时间吗？他们说对，但是我们不管这个叫浪费时间，我们管这个叫雕刻时光。好装啊！我要不是确定坐我前面是我朋友，我以为张俊跟我说话呢。我跟张俊报备过啊，跳在美国白天的时候，那几天很不慎，一直想跳出那种工作的氛围，我甚至去跳了个伞，想着3000米、4000米高空去班味儿，完全去除不掉，因为我的休息日是那个带我跳伞教练的工作日。朋友们，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诗和远方，你去的远方就是另一个人的工位。他脸上那个表情跟我上早八时候一模一样，就那种纯死人脸，就只有那个摄像镜头对着头在那儿，呜呼 ，amazing， 啊，镜头一挪开他就在那儿，哎呀妈，今天还有8个人，就我能共情的朋友们，但是我也挺不乐意，因为我花钱了，朋友们，4000米高空，我花了4000米，跳伞体验还不如玩吃鸡好。啊，还得咱们腾讯的游戏好，你知道？我越想越难受，因为我真的花钱，我就看在那儿听他跟我半死不拉活，在那儿 amazing， 我就在那儿想，我想听 amazing 用着你吗？啊，我开把消消乐，消掉3头猪，我就能听见。我都不光能听见 amazing， 我还能听见 good、excellent、unbelievable。我听啥听不见，真我越想越觉得消消乐好，朋友们，真的，你们想啊，比钓鱼有产出，比喝咖啡能消磨时间，比跳伞有情绪价值，而且最重要一点，上班时候就能玩。啊，但是我一般下班玩啊，领导，那个啊，这个是跟电视机前的我领导说的，这就是我过去1年的上班生活。其实讲之前很犹豫，因为导演组没那么建议，说这几年讲职场的人太多了，啊，大家有点听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赖我吧。啊，也不赖侯志源啊，我觉得这个应该赖那些装职场人设、编职场段子的演员吧，啊，我就不点名了，我们有班上的人处事圆滑，那个啊，点不过来朋友，就是2边节目都有，甚至还有朋友给我发稿子跟我说 ，Seven， 我没上过班，但是我感觉在这里可以骂一下老板，
你帮我加个梗吧。我说我可以帮你投简历，对吧？没工作就别硬说职场了呗，朋友们，真的没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吗？对吧？你就抢我赛道也就算了，怎么还能让我赛道上背着你跑呢？啊，反正我就想上班。我最后分享一下我那个上班的收获，朋友们，真上班是会有收获的。最近马上就要升职了，然后最近还发了这个论文和专利，哇，甚至还接到了商务，哇，所以我要开始了。那个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每桶茄皇使用约1颗阳光番茄，汤底浓郁，酸甜鲜美。世界上没有诗和远方，但是茄皇永远阳光啊！谢谢啊，谢谢啊，好，哎，我没讲完呢，那个，我是谢谢观众朋友们，不是谢谢工作朋友们，我还有个底啊，我讲完再走啊，话说回来啊，朋友们，真的强烈建议就是没工作过的演员朋友们就别再硬骂领导了，因为我以后可能也是领导，可以直接骂我。谢谢大家，我是3位。对，老朋友，爱讲故事的李梦洁。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梦洁啊。OK， 加油 ！OK， 今年是我讲脱口秀的第9年，还没有出名呢。我不着急，因为美国脱口秀演员从出道到出名需要10年的时间，我现在走的是美国节奏。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也不多了。没想到今年遇到了从业以来最大的瓶颈。年轻的时候喜欢在舞台上吐槽一些人，敢吐槽一些不好的人和事。你说美国的脱口秀很锋利，我的建议未尝不利。你别管好不好笑，你就看我敢不敢吧。今年突然就不想吐槽了，觉得越来越理解别人了，就大家都不容易。从那天起，我的刀钝了，我现在属于10年磨一擀面杖。一上台就想包饺子，你别管好不好笑吧，你就看我敢不敢吧。10年磨一擀面杖可以啊，这个非常可以，这个好。我之前总觉得坚持自己吐槽的风格，一定会有喜欢你的观众，你慢慢会红的。直到我看到一个骂我的帖子，他说李梦洁这种演员到底谁会喜欢呀？有个喜欢我的观众替我说话，他说你们呀根本就不懂李梦洁，她就是那种注定不会大红大紫的演员。爱我的人伤我最深。我妈还安慰我，不想吐槽别人，你吐槽妈妈好了呀，到时候你火了，妈妈去上海照顾你，妈妈喜欢上海的呀。我说妈妈你等等，你什么时候有的上海口音？你别吓唬我，你连上海口音都准备好了。我35了，我再吐槽你，观众只会觉得老人骂老人。我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可以怪的人的年纪了，我混得不好，没有抓手。我很羡慕一些年轻的朋友，我知道年轻的朋友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但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有底牌。比如你怎么混成这样？我原生家庭有问题。我现在听起来特别像一群天真烂漫幼儿园的朋友，俏皮。你怎么这样 ？My mommy is stupid. My daddy is stupid. 我问 AI， 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可能是中年危机，工作不顺，上有老下有小，还房贷车贷，你有什么不开心尽管跟我说。我说哈哈哈，你全错。我没车，我没房，我单身，我没有孩子。他说好的，那你的问题更复杂，建议保持乐观。
多多关注自己的生活。我说谢谢你啊，人工智障，谢谢你让我发现哦，原来我不只是工作不顺，我生活里一无所有啊。混得不好，你其实不想关注自己。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一些中年男人啊喜欢关注国际局势了。我理解了，从明天起，我也关心世界和平，石油战争、伊朗局势、面朝大海、霍尔木兹。我现在是上没老下没小，没有成大事的品质，每天都有一点难过的小情绪，成了一个脆皮中灯了。每天都在想，哦，今天是不是又对不起谁了呀？我现在觉得特别对不起第一年淘汰的段子。淘汰的时候我特别讨厌他，但段子就像你的孩子一样，他什么性格你心里清楚，他就不想来综艺，他就不喜欢这里，我非要带他来，我给他洗脑，我说你大大方方的，会有叔叔阿姨喜欢你的。没有叔叔阿姨喜欢他。我说你在家不是挺想的吗？你个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段子也很难过。My daddy is stupid。有观众说，李梦洁，你现在的脱口秀有性缩力。你以前啊碰到 beef， 你都会站出来的。我说我现在也站呀，只不过我的武器变成了擀面杖。我再看到 beef， 牛肉啊，包饺子，你再问我还是当时的李梦洁吗？包的。包的这个梗专门是为你们年轻人写的啊。你这不笑对不起老人啊！我是真为你们想的。我说在这儿应该可以加一个包的吧。我之前是仗剑走天涯，现在是仗走天涯。我上次坐高铁遇到一对年轻的父母带小孩，我就觉得他们非常的不容易。那个小孩稍微有一点点哭闹，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但那对新时代的父母素质太高了，他们太害怕影响到其他人，开启一些非常紧急的教育，他们咬小孩。你听我说，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小孩，只有爸爸妈妈喜欢你。那也是因为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生了你，别人都不喜欢你，整个车厢的人都讨厌你。刚才为什么有人下高铁啊？什么人？哇塞，太厉害了！受不了你了！他们本来要去上海的，知道你也去上海，不去了。没跟你开玩笑。刚才乘务员问我们能不能把你扔到高铁外面去，我们拒绝了。我说你还是个孩子，不要跟别人说话，没人喜欢你，听见了吗？我在旁边听了特别的心酸。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这样，我想给他们一家人一点安慰。我说小朋友，叔叔喜欢你，你哭，我陪你去上海。我本来不去上海的。我是真的都理解，我理解年轻的朋友听到哭闹的小孩不开心，我当然理解，但我真的也理解了年轻的父母，不容易啊，因为现在不是当父母最好的时代，版本不对，父母被削弱了，大削，一点都不强势，父母当的不爽。总有人说，哎，我们小时候就很乖啊，你当然乖了，父母一个大嘴巴子，开个大招，现在大招被禁用了，你现在一个大嘴巴，他原生家庭有问题。武器库被禁用了，
甚至现在没有人选父母这个英雄了。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年轻的朋友可以对那些带孩子的朋友稍微再包容一点。我觉得只有我们对他们越包容，那些喜欢生小孩的朋友才会生更多的小孩，这样才会有人跟我们交养老金，这是好事儿。你想一下，那个你讨厌的小孩，他可能长大之后都不养他的父母，但只要他有份工作，他就会养我们。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人类社会最高级的地方。你的善意会让你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不是在洗脑啊，我是真的全能理解了。导演问我说：“那你讲这一段，我把你淘汰，你能理解吗？”包的。咱们演员要替节目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我的天！我说导演，以后啊，你就叫我李姐，我不叫李梦姐，我的梦没了。谢谢大家，我叫李姐啊。欢迎瑞瑞，瑞来喽！哎，大家好，我是瑞瑞。感谢大家啊，非常兴奋又来参加比赛了啊！感谢节目组，就脱友这个节目是我这一辈子啊参加过规模最大、档次最高、过气儿最快的一个综艺节目。这比赛突然就又开始了，可能有人不知道，我去年打到了决赛，我以为我得火成什么样呢？不骗大家啊，我回家之后第一件事我就开始研究什么样的代言是不能接的。一直研究到今天下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知识储备都能给明星培训了。他们说老师什么代言是不能接的？我说那种没找你的代言是不能接的。但说实话啊，就是我女朋友有点过于高看这个节目了。她想法跟我一样，说我这比完不得是大明星啊。我去年刚比到半决赛的时候，他就去我们家那个群里面发消息，给我爸妈画饼。他说：“家人们，我们什么都会有的，大房子人手一个，哇！再雇3个保姆伺候我们。”给我妈听害怕了。我妈说：“这仨保姆不会算我一个吧？”后来节目全播完了，仨保姆还得算我一个呢。哎，不瞒大家啊，我女朋友专门为我去考了一个经纪人资格证。哇，这家里太伤心了。哎呀，我就感觉非常对不起人家，我也没火，他也没过，反正我说。哎，但你要说一点流量都没有吗？不可能，毕竟咱这么大一个节目，对吧？去年其实有一个段子还挺有传播的，我去年讲了一个，我说咱们东北农村老家非常迷信，我说小时候发烧39度啊，他们给我立筷子，非得说是我死去的舅姥爷回来看我了，差点跟舅姥爷团聚那么一个故事。这个段子很有传播，老多人骂我了，他骂我那个角度你都猜不着，他们说我不尊重立筷子。他说：“你这么口无遮拦，以后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吃面条都开始用勺了。我说实话啊，最开始我没有看明白谁在骂我，我给那个节目组的公关团队打个电话，我说完了，我说我好像得罪筷子兄弟的粉丝了。其实以前呢，我也不敢讲这些，因为在农村生活嘛，我从小胆子特别小，然后家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孩子胆儿特别小。每次我一害怕呀什么的，我妈就会抱着哄我，然后给我讲鬼故事。
越哄我越害怕，知道吗？最后我妈都烦了，说你再害怕，我让鬼把你抓走。就当时我很震惊，我震惊的不是说有没有鬼这个事儿，我震惊的是他们为啥听我妈的话。我都怀疑，我说是不是我妈养了一批鬼？我说他们要真这么听话，你能不能让他们晚上去地里把草薅一薅？你管我干什么呀？到现在我长大了，开始不怕那些了。但是我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嘛，她的知识面开始变得更广了。你看啊，现在我专场正在巡演，然后就是因为咱不火嘛，票房压力特别大。我们到各个城市住酒店，我经常住那种就是没有窗户的房间，因为它便宜。我有一次录个小视频，我就发我们家的群里了，我妈看完就回了俩字儿：快跑。她说你没发现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吗？我说也不是我偷的。她说房间没有窗户的话，里边阴气重，有脏东西，常年没有人气。我说妈，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是说住有窗户的房间才有人气，我得是先有人气才能住上有窗户的。这有些讽刺啊！而且听完我妈的话，我就感觉这鬼混的也是一般呐。我说你都当鬼了，你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你跟我们穷鬼抢什么房钱？那套房是不喜欢吗？那套房啊，我觉得啊，这些鬼应该是害怕，他们害怕去到套房，然后遇见那些有钱人，然后让他推磨。哇，他看的好离谱又好自然啊！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啊？我妈告诉我，她说如果你住酒店，你遇见的是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她说打死你都不要住，很危险。我说能比打死还危险是吗？我说那得是什么危险？她说这样的房间通常有整个酒店最吓人的东西在里边。我说什么东西？她说嘿，你看不见它，但他能看见你。我说摄像头。他说你再抬杠，我就让鬼把你抓走啊！就是我不知道这种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你知道吗？你看有一次在所难免，我就经常就是住酒店嘛，就碰见了一次，就是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没有办法，没有别的房间了，不用害怕，我妈教给我一些应对办法，我可以免费的分享给大家，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就是你要站在门口啊，你先敲门，你明知道里边没有人呢，你先敲门，然后鞠躬跟里边说打扰了，然后你要打开房门，侧身站在门口1分钟，然后你嘴里说点什么多有打扰，请勿见怪什么的，做完这一套你就可以进屋了。当时我刚要进屋，用余光发现离我不远有一个瑟瑟发抖的保洁大姨。太搞笑了。我觉得呀，这大姨回家得跟孩子说，以后走廊尽头最后一间房打死你都不要住。这谣言就是这么传出来的，你知道吗？就是哎呀，怎么说？我感觉在我妈的世界里面，这些东西就很多呀。你听这些描述，你感觉这个酒店一到晚上得老热闹了。那是酒店呢，还是酒吧呀？而且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相信，你知道吗？是因为酒店也会做一点神神叨叨的事情跟你呼应。有人发现吗？有的酒店他嫌不吉利，这个酒店没有4楼，有的没有3楼，没有13，没有14，没有18。我说不行，你就盖一排平房。对吧？我住个酒店跟参加奥数班一样，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去年在段子里面提了，我说我妈在北京做保洁，她其实做的就是酒店的保洁，所以每次我妈跟我说酒店有脏东西的时候，我说你倒是干呐。对对，你不怕被投诉吗？你其实从小到大听了很多这样的传闻吧，我现在感觉就是很多东西都一样，只要你不懂就去信，都叫迷信。
所以重点不是信不信，而是迷不迷的问题。我最理解不了、最受不了的呀，就是那些毫无道理跟逻辑的说法。你看，去年冬天我跟一个朋友在一块儿，他就非得抽烟，他拿出来之后没拿住，这烟掉地下了，我就帮他捡起来，他很生气，一把就给我打掉了。他说烟掉地下千万不能捡，因为烟掉地上代表着下边有人跟你要烟抽。我说给你打电话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笃定的说出这么离谱的话来了呢？我说那你，我说你要是车钥匙掉地，你捡不捡呢？对吧？你不怕下边有人跟你要车开呀？他说你别抬杠，我说的都是真的，就怎么劝都不听，非得相信自己那些迷信说法。直到有一天，我那朋友摔了一跤，我说你别起来，有人招聘啊！讲到这里，谢谢大家。Seven 的牛马兄弟侯志远，加油！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侯志源，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第2年来了，去年讲了一堆社畜的段子，但其实我是一个有点理想主义的人，啊，我是喜欢做那种有创造性的工作，所以我大学选了设计专业。那上学的时候，我想设计汽车、机器人，甚至是宇宙飞船，啊，简单来说就是想当马斯克。但等我毕业真的做了设计，才发现设计界的马斯克指的是马上就好，斯密马赛，稍等片刻。一个纯粹的服务行业，有时候我态度再好，客户还是会质疑和否定我的专业能力，看着我方案在那抱个胳膊，我说不上哪儿不对，但是不对。我那一刻特别羡慕我学医的那些同学们，我起码人家那个客户尊重专业。不会有人做一半手术突然说大夫，刚才那一刀不是我想要的感觉。我也说不上哪儿不对啊，但是医生说这一刀呢？这一刀呢？怎么不说话了？没感觉了？有时候客户给你提的那个修改意见真气人。我当时做一款吹风机的设计，客户看了我的方案以后说你这玩意儿设计跟吹风机似的。我说 pardon， 客户说我是感觉它跟市面上的吹风机都一样，千篇一律，你能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我说怎么反？给我气的。第2版方案我给他交了个吸尘器。吹风机、吸尘器嘛啊。我说头发只要能吹干，咱就能吸干。哎，对，那实在不行，我还有抽油烟机。嗨，客户给我一顿臭骂，最后我们设计组长亲自出了一版方案。客户看了以后又说你也不能纯抄某森呐，给我们组长委屈坏了，说没有啊，我抄的是某米。而且这个在我们设计圈不叫抄，这个叫致敬。客户很满意，找了一家更便宜的设计公司把我们给致敬了。有时候想做点原创设计真挺难的。都说审美是主观的，但工作以后我发现，主观上我有审美，那客观上我有领导。设计师的审美就是得主随客变，而且刻不容缓。我有时候脑袋里边有再多想法，也得服从领导的决定。我决定不了脑袋，屁股决定脑袋。所以有时候客户否定我的方案，他其实不是在打我的脸，他是在打领导的屁股。但我也发现，就是如果你都迎合领导，都跟着领导的审美走，设计出来的产品就会很奇怪。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款产品叫玫瑰花空调啊？很厉害的产品，那是一个立式空调啊。它的外观你可以想象是一条白色的深海大鱿鱼爬到你家客厅里边，然后站起来了。你一按开机，它的头顶会升起一朵粉色的玫瑰，
然后发出粉色的光，1万多一台。哇，我分析了一下，其实这个设计很高级，它已经超出了视觉的边界。怎么讲呢？黑灯都能摸出来，怕丑哦。因为他看着辣眼睛，他摸着还硌手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我是真崩溃了，朋友们。我说这设计师是不是不懂设计啊？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能进这种大公司做设计师的，他肯定都是得过各种设计大奖，通过重重面试被录取，然后设计出玫瑰花空调。网友吐槽，但是老板非常喜欢，把他提拔成设计总监。我说这个人啊，折磨完同事，折磨消费者，最后自己升了。我这真是谁的意见都不管，他不懂设计，懂老板。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有可能这位设计师最开始设计的也是一款简约现代的空调，但是反复改稿把他给逼疯了。改到半夜马上要下班，老板亲自来了，指着他的方案说：“你要让它高端大气，加上玫瑰，加上灯带，这里你得改造型啊。”他说：“好，那我要让它比你看到过的、听到过的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啊！”这就可以，加完还像玫瑰花吗？像麒麟。麒麟就可以。我为啥对这个东西会有这么大情绪啊？因为我前2年老家房子装修，我妈一眼相中玫瑰花空调，我用我毕生所学跟她争论，结果就是粉色玫瑰进我家，空调比我懂我妈。我说我能接受审美多元，但他也不能1万多元。我感觉还是没学明白设计，所以我又去读研，接着学设计。我本科和研究生学了7年设计，终于迎来了 AI 设计。我说你不能追着我杀吧？前辈们跟我说 AI 时代设计已死，说 AI 可以学习一个设计师过往全部的作品，然后替代他做设计，但他替代不了我，因为我没有作品。我那些东西是称不上是作品。所以其实考虑到现在设计行业的环境啊，我觉得 AI 不是来替代设计师，是来解放设计师的。我们这批人起码率先实现了这个择业自由。现在我们这批人除了设计以外，想找什么工作就找什么工作。我跟我的同行们现在分布在这个网约车、保险以及脱口秀等行业。当然了啊，我们也只是暂避锋芒，可能过2年 AI 设计不行了，我们还会杀回去。因为我是相信人类的设计文明不会熄灭，起码我家的空调会一直发出粉色的光。虽然这不是我想要的感觉。讲完了，谢谢各位，谢谢。一位新人，掌声欢迎丹妮。嘿，大家好，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我干这行已经12年了，经常要跟那种非常帅气的男演员演母子，因为我的声音特别沙哑啊，就适合演成熟女性，演妈妈演得好。还真像，还真是这意思。气场很对。对，越演越好，越演得好越演妈妈。后来进步太快了，开始演奶奶。哎呦，演奶奶！你说我天天跟这么帅的大帅哥演戏，演着演着一抬头，哎呦，这大孙子啊！哎呦，真快乐，那天伦之乐。但打心里边呢，我不是很想总演老太太，因为老太太这种角色呢，往往都是配角，存在感非常低。有一次我演老太太，7点半上台演出，8点我就死了。后边50多分钟我没事干，真的，我出来演脱口秀回去没人发现。有一次我朋友来看我演出，迟到半个小时，没看见我。但我特别理解老太太为什么会是配角，很简单，因为观众都是年轻人啊，年轻人就不爱看老太太，老头才爱看老太太。
但是老头不看音乐剧呀、老头那个点儿都睡着了，真不想演配角。但是朋友知道了会安慰我：“哎呦，丹尼，你这么年轻，你就能演老太太。等你老了，你还能演老太太。你说这碗饭谁能抢得过你？”我说：“谁想抢这碗饭？”我知道他是好意啊，他意思就是说你年纪轻轻就能演老人，厉害。但你仔细想想，年纪轻轻这个词儿后边都接什么？年纪轻轻月入100万，年纪轻轻大学教授，我年纪轻轻就能老。我只是提前掌握了一门我早晚都会的技能，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我知道在他们的眼里，我能总演老太太，这就是铁饭碗了。但是哪个演员他不想演一次主角呢？30岁那年，我演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女主角啊，一个73岁的老太太。哎呦，这人物你说跟我差40多岁，我怎么拿捏？太难了。我只能说我尽力吧，我观察人物，我模仿人物。所以那段时间，我每天我都逛公园啊，我跟踪老太太。然后我偷拍老太太，短视频给我推送老太太，我天天我就泡在老太太里，真的我生活被影响，我讲话方式都改变了。以前我打招呼走啊，后来我打招呼走啊，孩子。在公园那段时间，我真的想观察一些生动的老人，但是我发现公园的老人他不遛弯不下棋，就在这个椅子上坐着。刷手机，你都到这儿了，你刷什么手机呀？啊，这么大的公园你逛啊，那么多的树你撞啊。你刷手机，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刷手机？真的不想再泡在老太太里了，但是我发现音乐剧不会给我别的机会，它只允许我演老太太。有一次面试，音乐剧的招募信息这么说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样一个女演员，身材娇小，风趣幽默，相貌普通。我完全符合标准，我直接面试了。哎呦，面试那天人山人海，很多演员，而且很多女演员都是超级大美女。我当时看到这些女演员的时候，心里我都在想，她长成这样，怎么跟我打？我太普通了，我完全符合标准，但剧组没有要我，他们最后选的就是大美女。我不理解了，你让一个大美女去演仆女，那真正的仆女演什么呢？老太太。这个事儿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就从那天开始，我暗下决心，我要做超级大美女，我的梦想就是做超级大美女，我逢人就是我的梦想。朋友都跟我说，宝贝，你本来就是啊。我真的生气了。如果我真的是个超级大美女，你第一次见到我就应该惊叹我是大美女，而不是当我提及我的梦想。你才发现我是个大美女，而且真正的美女不会许这个愿望的。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超级大美女，你不会说宝贝你本来就是，你说你有病吧你。太好了这个。而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那种神情非常傲慢，他们仿佛在跟我说怎么样，我情商高吧。我觉得他在拿我练情商。我以后就不跟那些情商高的人倾诉我的梦想，我就跟我那质朴的发小倾诉。哎呦，发小太质朴了，他这么说，干什么
啊，超级大美女。这对了。你又不是丑的不能看。万万没想到是丑的不能看。真的，音乐剧不会给我机会了。我演不到自己想演的角色，我难受，我憋得慌，我欲望得不到释放。真的，有的时候我的戏瘾突然就会冒出来，我随时随地我就想演。我说你怎么来了？我都说了，咱俩不可能，你别追了。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编组。他是疯了，这就是已经。怎么了？你是明星，我就一定要喜欢你吗？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I don't like you。好吧，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对我喜欢他。大声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是。我就是喜欢聋哑人。怎么了？他哪里比不上你吗？啊，他确实哪里都比不上你。但是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就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你干什么？你别过来，别过来啊！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you back any。来了吧你！带你，给自己演爽了，怎么还？哎，还是得在这儿演。行，我演完了，演爽了，走了，孩子们，谢谢大家，我是丹尼。掌声欢迎季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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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季业，特别开心。我其实今年想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性格，有点想挖掘自己了。有人挖掘过自己吗？我以为会很难的，但我低估了自己的浅薄呀。我太好挖了。我说到底怎么挖掘自己？一挖到底了。说实话，其实不用我挖，观众都看出来了。上了2年节目，得到统一的评价就是浮夸，只会大喊大叫，说如听季业，耳赞聋啊。观众眼睛太毒了，说实话，录节目就是我最浮夸的时候，一有镜头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你知道有的选手淘汰了，我直接就能起情绪，我说为什么呀？到底懂不懂喜剧啊？有人晋级了，我也会大力的鼓掌，我说他值得。他的票也太高了，他终于被看见了，他终于被看见了，他终于被看见了。这是在照顾不同的机位。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被看见，我肯定能被看见。但说实话，我还是很感谢节目组的，没有恶意的剪辑我。但凡把我的素材放到其他节目，随便恶剪的呀！哎，别人夺冠你就剪我的愤怒，为什么？到底懂不懂喜剧啊？有人淘汰了就剪我鼓掌，他值得。他的票也太高了，他终于被看见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表演型人格，但我一查表演型人格是贬义词，我不算。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跟你们讲，大学军训结束，我们跟教官告别。为了显得自己很重感情，我哭得特别狠，特别狠。最后我是被班长和团支书架着扶回宿舍的。别人以为我们教官牺牲了，但那天都不是我的大哭，我的大哭是在高1，学校搞感恩教育，让我们感恩父母。那次我是动真情了，我哭得都抽抽。甚至我爸妈都没有来，
同学关心我啊，你是孤儿啊。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因为小时候很容易被忽略，上课提问老师从来没有点过我的名字，直到3年级的一次公开课。有人上过公开课吗？就是一堆老师参观一个老师上课，那次老师不小心点到我了，我直接我说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我平时是可以正常讲话的，那天不知道怎么就入戏了，老师也跟着我飙戏说姐真棒。别人都看傻了，说这不是公开课吗？怎么变成公立开课了？但是你们知道被人夸的感觉好爽，好爽。后来每次公开课我都特别的积极，我说公开课就是我的公演。我说老师是班里的主心骨，我是老师的老戏骨。别的老师都奇怪说这孩子上课这么积极，怎么学习这么差呢？他们还问基业哪个班，我说无限超越班。成年之后我也是，朋友们，成年之后我就把浮夸的天赋带到了职场，我用浮夸舔老板，我酒后夸老板，我因为喝多了夸人显真诚。当时有次团建，我直接就，张总，您就是最牛的，我就是最油的。我知道你们听起来难受，是不是？听起来这个故事跟浮夸没什么关系，是不是？但其实说实话，我没喝酒，我滴酒未沾。我当时演的上头了，我直接骂他的死对头，我说那个刘志刚凭什么跟您竞争啊？刘志刚就是个垃圾。旁边同事吓坏了，说这是喝了多少啊？1瓶椰汁。后来张总真的就记住我了，半年之后他就被裁了，我就被调到了刘志刚的部门，这也是我登上舞台的原因。但朋友们，现在浮夸确实是我获得关注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我唯一的手段。所以我真的打心眼里，我羡慕那些长得好看的人，他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镜头就会对准他们，他们获得关注都不用发出任何声音的。所以你们能理解你们现场你们为什么能来录制？你知不知道问你们收照片了，对不对？难道是因为你们热爱脱口秀吗？是因为你们好看。给一个吧。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为什么呀？为什么这个灯会拍在夸观众上面？没有为什么，浮夸，我完了。但我无所谓，我就这么一个浮夸的人，朋友们。所以我不理解，朋友们，我真的不理解，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帅哥要来讲脱口秀。你们在幽默什么呀？老天爷不是给你脸了吗？说谁心里清楚。所以我要镜头的话，只能靠抢镜。我真的很想去歌手2026当观众，因为那里有500个跟我一样的人，我觉得没人能演得过我的。即便台上唱的是2只老虎，我也能热泪盈眶啊。2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怎么会这么奇怪？能听出来，朋友们，我只能当那种浮夸的农人，我淡不了，我怕我一旦观众说你装什么呀，所以每次我演出使的劲儿都特别大，你们也能感受出来啊。因为我是觉得我必须浮夸。
你像帅哥不理人，别人会说他生性不爱笑；我要不理人，基业你天生没礼貌。因为我觉得我演不好，观众你可以骂我，但是不能不提我。确实现在有人提起来骂我，说聒噪，他更喜欢那种4两拨千斤的表演风格，那是因为他们拨得动。我这4两拨千斤，千斤就散尽了。我4两只能拨轻拨，我拨不了，我只能拔，干拔。没有办法。而且你知道，我不光在舞台上，我生活里有时候为了交朋友也很愿意夸别人，但是有时候夸多了就没人信。他们背后说季业这个人假，我说我是真心的，他们说真的假，很委屈。我说只是我们情绪价值的汇率不同，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我说太棒了，其实就是 OK。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困扰，因为有的朋友熟了之后，他们会自己兑换汇率，说新来的老板人品非常差，有多差？哎，季业说还行。但我知道这个性格肯定是有人不太喜欢，因为咱们都讨厌那种哗众取宠的人。但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为自己的浮夸感到羞耻。有人喜欢安静，会不会就有人喜欢浮夸？主要我现在很享受 ，enjoying。我现在甚至很能共情癞蛤蟆。我说他呱呱呱呱呱呱的叫，他可能不是想吃天鹅肉的，会不会就是爱叫呢？但我也没有想要当主角的意思，我今年来就是想做好一片绿叶。我不奢求得到所有人的关注，我只希望路人在欣赏花的同时，心里能嘀咕一句说：“哦，这片叶子长得还行哎，我要记住这片绿叶，我要记叶。”但如果朋友们，如果播出之后还是有人讨厌我，那我只能跟你们说：有人骂我就会讲当心猫要来。羊球奶與盲精與邊打，把手理財。你當我係浮誇吧？哦，浮夸那首歌。哦，对，夸张只讓我害怕。我知道上面那一段懂粤语的和不懂粤语的应该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我今年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我要做大娱乐家。谢谢大家，我是健。有请小五。Hello， 大家好，谢谢，我操，也没人搭理我啊！谢谢。然后我是新人演员嘛，我其实很害怕这个舞台，因为它太大了啊，我根本感觉很失控感很强，我感觉我声音都在发抖，因为我第一次给坑里面的观众讲脱口秀。我是一个陕西人。现在不是很紧张了。我在生活里呢是一个比较喜欢精打细算的一个人，我特别喜欢打那种便宜、味道又大的臭车。之前打过一个车啊，5公里7块。哦，你听这个价格，你都能闻到那个味道。臭是臭，但真的香。我是推荐大家打臭车的，因为我感觉这个臭车司机啊，比这个专车司机都要松弛，对吧？你打专车司机只会帮你拿个行李，我打臭车司机直接问我抽烟不抽，我说我不抽，他说那我就抽了，我说你抽呗，你这个车你赶紧抽点吧。你在这个车里抽的什么烟呢？都是香烟。而且，等一下，我想一下词哈。
其实我的需求很简单，能到就行，对吧？你只要够便宜，我可以自己把头伸出去呼吸的。我不喜欢那些过度的服务，比如说我就很讨厌专车的这种微笑服务，很多中年大哥就不会微笑服务。那有些大哥走到我面前，行李箱拿起来放到后备箱才想起来要笑。你们知道那一帧有多恐怖吗？让他走过来，箱子拿起来看着我，而且平白无故价格就高出1、2倍，对吧？你感觉他笑一下就5块，那有这个价格，我坐臭车都到了。而且我这专车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它就等于臭车加一个口罩，加2瓶水，加一个嘿嘿。而且它这个水的价格，你也不知道它是景区的价格还是零售店的价格，对吧？我跟你说，水里面水很深的，你这些钱都是要节约下来。但我声明一下，我这个不是抠啊。很多观众老对我有误解。我朋友之前就对我有那种刻板印象，他说你是不是那种住酒店喜欢顺家蹭拖鞋那种人？不是啊，我订的酒店就没有一蹭拖鞋。而且我也很讨厌顺这个字眼，你知道吗？什么叫顺？那在我的那个房费里面包着，对吧？我顶多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拖鞋。所以按道理来说，我没有用这个拖鞋，你是要给我退钱的。我没有问你要钱，那是我平常奢侈惯了。很多人经常污名化我们这些会过日子的人。我这个不是小抠啊，我这个是轻奢。而且我觉得划算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多面，它不一定在消费端，对吧？生活里面的各个方面。我之前找到一个很划算的工作，在甜品店里面做甜品师啊。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一边挣钱生存，一边蹭吃甜品。然后他跟我说那个工资14块钱1小时，我说那完了，只能一边蹭吃甜品，一边蹭吃水果。我那段时间每天骑车4、5公里，满头大汗去店里面，再骑车4、5公里回来，每天都是一个苦尽甘来苦尽的状态。你拍快点吧，有点吓人，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而且，等一下，我想一想。苦尽甘来苦尽的状态啊，再给你拍一个，对。而且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特别难，有苦说不出，因为嘴里是甜的。但是其实人家规定是不让吃的。我这个人有原则。我就在那2个监控死角下面吃，一直吃到大学入学体检才查出来高血糖。有次店长让我们尝这个新品，他到我了，我就不想吃，因为我刚才吃饱了，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说店长，我吃不了这个里面的芒果，我这个人芒果过敏。他说你过敏啥过敏啊？我在监控里都看到了，你连芒果糊你都说。我很生气，因为我能接受你讽刺我，我接受不了你分析我。要么他还说，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啊，除了不吃榴莲啊，你是什么都吃啊。哎，我就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吃榴莲的位置才是真正的监控死角。我觉得我经常喜欢在从
从卖家的角度来判断一个事情是否是真的划算的，对吧？比如说我按摩的时候，我就会让这个技师阿姨给我把这个力气用大一点。你们能 get 到吗？就是什么意思？我没省钱，你也别省劲儿啊。但其实这样也不完全好，因为你会对别人的工作就造成影响。那个阿姨就看着我，她就很奇怪，她说：“怎么回事，小伙子？”一直喊疼，一直说没事儿。而且我也喜欢买花，那我买花的时候就很讨厌买那种鲜插花，因为你再好看的花，你买回来7、8天它就凋了，对吧？你能赏的日子也就3、4天。我买回来之后我会非常焦虑，我得抓紧时间赏，我一睡醒就赏。你们有把花当过闹钟的吗？我为了划算，我买了一束棉花。我是大学的时候买的，上大学时候买回来赏了1个学期，毕业的时候都落灰了。哎，就这个花，我觉得物尽其用了，对吧？我朋友说，按照你这个没有，你毕业了应该把那个棉花摘下来，冲到你那个棉裤里面。说棉裤穿散了继续赏棉花，我不认为，这个叫抠。他还挑上了啊！然后这个段到这里其实结束了，它有一个底啊，但是我写那个底写了很久，我一直不喜欢，最后我就决定干脆我不要底了。我知道它很重要，但我不要了，因为我平常奢侈惯了。好，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脑，掌声欢迎世越。好，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世玉，跟大家聊一点我的穿搭的小困扰啊，因为我有点身体缺陷，后面观众可能看不到，我有点大小脚啊，当然前面也看不到，我穿着鞋呢，你们也不用伸着脖子看啊，没有霸王龙那么明显。我不是说后面2只脚巨无霸，前面就2根薯条，就差了半个码。鞋合不合适，只有右脚知道。网上说你可以把你宽松的鞋多垫几个鞋垫儿，大小脚解决了，改长短腿了。我就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长得这么不均匀？难道是因为我喜欢侧躺，导致我右边的生长激素呀有顶端优势？好，谢谢谢谢。是不是还紧张？紧张，他嘴唇都哆嗦。紧张，嘴都哆。其实大家肯定都听过一个著名的大小脚的故事，灰姑娘。你看你们有人没看懂灰姑娘，这是暗线。正常人谁会跑步只跑掉1只鞋呢？我会。我懂灰姑娘，那是一次高中的激情跑操，一共要跑1000米，我的左脚只有前20米穿着鞋，因为同学们激情跑操最大的激情是找我的鞋，我每次看到我的鞋，我说原来在这儿呢，其他同学看到说原来在这儿呢，哎，走你。所以那天跑操我跟我的鞋它属于是各跑各的。特别效应到小学数学里边的追击问题。注意听题啊，说世玉跟他的鞋同时出发，1分钟以后第1次相遇，5分钟以后第2次相遇。问他的同学为什么这么欠？我怀疑他们都不识数，数是鞋的英文啊。不识数。我很严谨，我用的是单数形式。因为我只掉了1只鞋，是吧？我当时真的很希望有个童话里边的公主，她拿着鞋过来找到我，说：“亲爱的王子，这是你掉的红心某课吗？”我穿衣服也有点小缺陷，
买过那种矮个子显高穿搭，显得更矮了。因为我的肩膀在很窄的基础上，它还溜肩。他们怂我说你溜肩你就谈不了浪漫的爱情，因为女生往你的肩膀上一靠呀，就会滑下去。他就会意识到有些男的是真的靠不住。我之前拍演出的宣传照，造型师说溜肩没事我给你爆改，改到你妈都认不出来。一开始给我搭了一个棕黄色的大衣，溜肩穿上之后，大衣都变长了，往那儿一站，像一个削尖的2B 铅笔。受不了，真的。他们还说：“哎呦，这是像偷穿你爸的衣服。”我说：“笑死，我爸还没我高。我爸穿上之后才像是偷穿他爸的衣服，他爸也没他高。我们家属于俄罗斯套爸。”然后后面给我搭了一个带垫肩的西装，穿上之后惊喜的发现垫肩它没有垫在我的肩上，磁悬浮垫肩。因为我的肩膀在又窄又溜的基础上，它还内扣。这个就会导致我的手放起来老是在前面，就会显得我这个人啊特别有礼貌。然后再配上那个西装，他们说我是天选前台。最后给我搭了一个衬衫，他们也没有专业的肩垫，给我塞了2个浴球，跟俩驼峰一样。而且浴球这玩意儿，大家洗过澡的都知道，你不加沐浴露它也滑，尤其是放在我的溜肩上。摄影师说你动作能不能自然一点？我非常自然地摆出了礼貌的前台姿势，肩膀一内扣，2个浴球在前面相遇了。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什么叫爆改了。我说我妈肯定是认不出来了呀。其实我就是骨架比较小，去健身就可以做到穿衣显瘦，脱衣快穿上吧，快穿上吧。谁家小孩啊？他们建议我做一个小码男装，我说哥们儿，那就是童装。所以我就去店里边买衣服。我觉得导购会总结你的优点，他善于发现美。他说你个子高，你身材好，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他很有礼貌，但是他发现我没有那种显而易见的穿搭优点。他试图总结，然后他就从下往上开始打量我，目光停在我的溜肩上，没停住。让他大跌眼镜，但是他很有职业素养。他说：“小伙子，咱们家的衣服非常适合你，咱们家的衣服他不挑人。”我心想你骂人还挺脏的。他不挑人，是我买他还是他买我呀？他有什么资格挑呀？他是怕跟了我以后我给不了他想要的洗衣液吗？但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对衣服非常好，从来没有亏待我的衣服。我的衣服跟着我混啊，我让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可以说有我一口面就有他一口汤。后面的导购给我说：“小伙子，搭条裤子吧，咱们家的裤子非常适合你。咱们家的裤子啊，它不挑衣服呀。”我说：“你等会儿啊，不是，那咱们家东西都这么有主观能动性吗？”我本来买衣服就没买到合适的，朋友听完这个故事还会凭空想象我的穿搭困扰。他们说你这个溜肩应该穿不了吊带儿吧？我说你先别管我能不能穿得了，我为什么要穿吊带儿啊？我穿老头背心儿不好吗？更荒谬是有热心的观众姐妹听完之后真的给我建议，说溜肩啊，你得穿挂脖吊带儿。然后这个溜肩段子本来写完之后拿给导演组看啊，他们说你讲溜肩啊，这个是根本没有人关注的一个破事儿。
他说现在脱口秀的舞台，别人都在讲什么抑郁、穷苦、残疾啊，你上来说我溜肩，说你活了20多年就这么点困扰吗？我听完最大的困扰是，难道只有惨才值得讲吗？那我就来了。我是来自大山的留守儿童，我从小营养不良，还要帮家里边干农活，所以我身材矮小还溜肩。我从小小到大，是生活的苦难压垮了我的肩膀。我溜的是大山的轮廓。这样是不是好多了吧？因为我就是个情绪比较淡的人，我觉得我们这种微狭的人类啊，也值得被关注。比如什么溜肩、大小脚、长短腿。如果你觉得讲这些是破事没有意义，那我只能说我这个段子啊，它不挑人。好，谢谢大家，我是诗雨，谢谢大家。掌声欢迎陆恒。Hello， 大家好，我叫陆恒。我来自广西柳州啊。对柳州有什么刻板印象吗，朋友们？我很讨厌这个刻板印象，因为别人觉得柳州人就会吃螺蛳粉，只会卖螺蛳粉，好像就没有其他工作一样。我不知道其他人在柳州是做什么的，反正我是卖螺蛳粉的。我是第一次做老板啊，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招工就写了一行字，工资3000到1万。哇！当天来了3个阿姨问我怎么才能到1万，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说你们一定想到1万也行，可能自己要贴7000块钱。我学了5天就开业了，我对外宣传也是非常的中肯，100年老店。祖传秘方，开业当天来了很多客人，说实话，我都不是很会煮粉，因为这5天只学了熬汤。3个阿姨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会。最可怕的是我们那个还是开放式的厨房。哇，当天很多客人在这边排队看我煮粉，3个阿姨也没闲着，在这边排队看。我特别紧张，我从没想过那个粉能那么难夹。如果不是因为客人太多，我都想用手直接抓。出餐太慢了，我都听到有人在后面拍大腿。哎呦，油！哎，他油这声，你感觉他就要冲进来一样。他说了一句话最扎我的心，他说：“到底会不会煮粉了啦？”当时阿姨都害怕，就开始劝他们说：“哎呦，你们别急的。”他真不会，那他不会，你们3个就上，说的好像我们又会一样，谁都不会，干了6年多，凭什么我们会送东西？鸭脚、卤蛋、豆奶天天送，送着送着就把对面的几家都送走了。最主要是降价啊，一般柳州别人就卖8块，对吧？我刚开业我就卖6块，后来有人很过分。卖5块钱，真的太卷太过分了，我都天天去他们家吃，甚至人来我家吃，我都想你去他家吃得了，给1块钱给我就行了。这样子就能挣1块钱了。我们的店名叫什么？叫勿忘初心原汤螺蛳粉。哇，我觉得真的太符合我们的气质了，我们真的非常的初心。这个不好笑吗？这句话我想了2个礼拜，这句话。我们有多粗心呢？外卖没有配菜，直接就送过去了。配菜是螺蛳粉的灵魂。当天我不知道，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老板，你们家螺蛳粉是真有特色啊。”我笑了出来，我说：“那当然了，没点东西能干那么久吗？”他问我连配菜都没有啊。我当时都懵了，我一直在道歉，我说对不起对不起，他问我对不起就完了，我说我们真不是人，
您今天想公了还是私了？他说这个都能公了，报警抓你啊！我说不是公了，现在我装这个配菜送过去给你。他说算了，他不想看见我。他问我怎么私了，我说私了那就太简单了，你自己将就着吃。当时我还顺嘴说了一句，我说如果您今天觉得好吃，就帮我宣传一下吧。讲完我自己脸都红了，我心想完了，第二天肯定是个差评。我去看了，它是一个好评。他是这么说的：这家螺蛳粉虽然没有配菜，老板还要我帮他宣传。我们在大众点评有个评论是非常的厉害，我经常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看。他是这么说的：家人们，在柳州螺蛳粉爆火的这个年代，只有这家粉店是不用排队的。我们太害怕评论，也非常害怕备注，因为备注字很小，他也很过分。他说：老板，我们从来不是麻烦人的人，但今天想麻烦你一下。那什么意思嘛？我就不是人呢？能给一个大一点的猪脚吗？好人一生平安。什么叫好人一生平安？猪脚小了就不是好人了。就因为最后这句话，现在我过马路我都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店里猪脚确实都挺小的，我真的很害怕有一天被车子撞到了，他过来跟我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小心撞了你。我说那不关你的事。是我自己猪脚给小了。我之前还接到过一个客人的电话，他说：老板，你们家螺蛳粉是真的硬啊，这种一定是吃霸王餐了，对吧？外卖从煮好到送过去最少半个小时，没有谁家的粉能硬这么久。他跟我说就你嘴硬是吧？给我拍了个照片，粉都没有煮。因为别人备注的是生菜，他们看成了生粉。经常做错粉，做错粉怎么办？那就我吃。特别是那些不要葱的，因为葱花一旦放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对吧？吃到我都害怕了，我就教他们，我说以后还有那种不要葱的，你夹配菜的时候在嘴里念不要葱，不要葱，不要葱就行了。OK， 第二天就照做了，不要葱，不要葱，不要葱。哎呀！哎呀是什么东西？哎呀，哎呀就是又放错了呗。他说没事，老板这一碗就麻烦你自己将就吃吧。我说上一碗别人不要辣的，我现在都还没吃完呢。可能你们不知道，我以前也是不吃辣的。我现在不忌口，我一天最多听到过6个哎呀。就是现在我听到那种哎呀，我都有那种饱腹感，你们知道吗？有一天他又很开心的跑过来跟我说：老板，刚才我做错了一碗不要葱了，但是你不用害怕，我已经解决了。我说你是怎么解决？他说你不用管。过了不到10分钟，我接到客人的电话，他说你们是真聪明啊，我都备注了不要葱，不要葱，吃了会死。你们放进去就算了，竟然还帮我把它埋在下面。我被他骂了很久很久，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总能不小心把葱花放进去，就不能不小心把猪脚给放进去？我说猪脚就算我们不小心放进去了，我们也很容易就拿出来。今天在座的所有朋友也知道我是卖螺蛳粉的，对吧？这个演出不会让你们白看，好不好？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柳州的话，拿着任何的一张脱口秀门票都可以到我的店里啊，这个门票非常的关键。我跟阿姨说过了，能换一份豆腐泡，但我求大家一件事，不要只换一份豆腐泡。
吃一碗粉行不行？因为有一天阿姨给我打个电话，她说老板今天有人来换了2份豆腐泡，他就走了。现在在柳州卖螺蛳粉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所以我经常要出来演出，挣钱养家，然后顺便养这3个阿姨。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去柳州的话，我真的推荐你们去吃一家螺蛳粉，特别的好吃，就是有一家叫勿忘初心原汤螺蛳粉的，赶紧去好吧，去晚了可能就倒闭了，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欢迎小杜。嗨，朋友们，你们好吗？你们好啊！我是小杜，然后我跟大家聊聊天，聊我自己的事儿。我高1那年我就退学了啊，但我不是文盲那个赛道的。因为我退学之后出来开了一个手机店，比其他的同龄人先赚到钱了。我是企业家那个赛道的。先赚到钱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在之前的同学面前装一下，但我装的方法很单一，就是请客，什么我都请，大小我都请，吃饭我请，打球我请，连坐公交车我都请。公交车一来，我拿着卡，第一个上去，我在这嘟走，嘟走，嘟走，嘟。哎，那老头回来，算，请你走吧。但也有装失败的时候。有一次在便利店排队遇到一个之前隔壁班的，我想请他，我赶紧把我那饭团放我桌上，我说一块结，结果同学把我的给结了。然后回学校之后就开始传，人还是不能退学。小杜现在已经开始要饭了。但我这2年有点装不动了，因为我个人发生一些变故，我前2年破产了。破产之后呢，我只能换一个相对便宜一点的房子，但我还是赖在上海的市中心，我就住陕西南路。你们的反应我很满意。给不太了解上海朋友说一下，陕西南路以前是法租界，所以法国人走的时候在这儿留了一层薄薄的巴黎。陕西南路是它现在的名字，以前叫陕西南路。漫步在这条街上，你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看着马路两边人，你会纳闷，这帮人都不用上班吗？所有人都没什么正事儿干，下午弄杯咖啡在那晒太阳，那哇，用英语训狗 ，No lucky no。地段好，住的只能差。我现在住那种木质结构的老房子，楼梯特别窄，我44码鞋，楼梯是23码的，楼道挑高1.75米，所以这个挑高它其实是个挑低。我每次上楼我就得先缩壳，低着头这样上去，这也是这样下来，不敢直起腰，不是怕磕脑袋，主要怕直起腰来之后捅破那层薄薄的巴黎。住的差，但是街景真挺雅的。我们家对面那个阳台，常年有一个老头会在傍晚时分在阳台上吹萨克斯。哇！我有时候就会站在窗边听一会儿，我在这儿。Bravo！ 一回头发现墙皮震下来一块儿。虽然说这个住的条件不太好，但是陕西南路这4个字真的给了我很多情绪价值。我现在最喜欢那种半生不熟的朋友过来问我，你住哪儿啊？我就会说陕西南路，他就会发出那种没见识的声音啊，一定很贵吧？我不能回答价格，因为不贵。我只能跟他说，嗨，那个通勤方便。我也看过郊区的房子，离市中心1个小时地铁，上车20分钟，我就给中介打电话，我说喂，你好，这房我不看了，通勤不方便。他说您工作地点在哪儿？我没有工作。我想想这21站，我就觉得委屈。但比较巧妙一点，就是一般问我住哪儿的朋友，他跟我的亲密度都没有这么高，他不会主动提出上楼去坐一坐，他只需要知道陕西南路这4个字就够了，因为他知道太多对我不好。但我现在最烦就是老家来朋友，这帮人就跟商量好似的，每个人都千方百计上楼去看看。我怕他们知道我现在混得不好，我已经会主动请他们吃一些比较贵的餐馆了。之前我发小来，我请他吃了一个人均300的日料。你看，这就是上海现在病态的地方。你们听到300多都觉得没什么。我看有人表情好像刚从300多的餐厅出来一样。剔牙，哎呀，这和牛塞牙了，这个。行，你们也都挺能装的啊。
别让我看你们从几毛家出来。行，就我觉得300多贵。这观众急什么呀？没人招他。坐下之后，他问我，他说：“你经常来这儿吃吗？”我说：“实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就会来这儿，算是个楼下食堂吧。”哎呦，人均300的日料，我们俩足足花了300多，因为我点了煎饺、炒饭、乌冬面，点刺身了，点了1份刺身。我说刺身你多吃，我住这儿我总吃，我跟这生鱼片都熟。吃完我想赶紧让他走吧，我说行啊，你回酒店吧，我也回去了。他说别，我回也没事干，我上你那屋待会儿。我听到他这话，我脑袋嗡的一下，因为在饭馆我还能吹牛，一进屋我刚才装的那些东西全部作废，进屋我都不知道让他坐哪儿。我们家就一把椅子，上面放着微波炉，我们俩只能脱了鞋坐床边，俩男的坐那儿摆腿，还挺暧昧的。我怕他突然拿外脚背勾我。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我这个发小他是个天津人，哦，我也是天津人啊，多新鲜呢，不然怎么能是发小呢？他是个天津人，他的边界感是很差的，上海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是很强的。我来上海6年，我已经被改造好了，不然我这会儿已经在摁第一排观众的投票器了。我这个发小在天津人里边界感都算是最差的，知道吗？他之前去过我别的住处，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副嘴脸。他一进屋会叭这样把外套甩到地上，我赶紧给他捡起来挂好。他脱鞋时踢踏舞的动作我也给他收好。他第一句话肯定是我要充电，我说充电也行，但我要先把微波炉给他拔下来，因为电压不稳会跳闸。冬天待一会儿他跟我冷，开着空调吧。我说冷你就穿上外套滚蛋。不行，不能这样，他是客人，得给他开。但是空调遥控器的电池还在体重秤里。开着空调，屋里肯定要干，他肯定哎呀渴，给我倒杯水吧。我想他如果一定要上去，我主动给他拿水，然后把水递给他的时候，故意手一歪，哎呀，泼到旁边接线板上，咱俩都别活了。不能让他把这个消息传回天津去。但我又想，不行，不能今天死。这个月还有20多天，我刚交的房租。我找个理由把他糊弄过去。我跟他说：“我说今天不太方便，因为我刚才出门之前刚刚叫了保洁，对，而且这边有中古家具呀、白椅呀，要消杀，对，消杀。”他说：“没事，他忙他的，咱聊咱的。”我说：“进屋就死。”我也没骗他，因为我理解消杀就是消停点，不然杀你。我为什么一定不想让他上去？因为我觉得这顿饭吃完之后，这个接待工作就已经圆满了。我对他很好，他来上海玩，我带他 City Walk， 请他喝咖啡，请他吃人均300的日料，已经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上海体验了。我把能给的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了，给你好的体验你就好好享受，不该你打听的你就别打听。去迪士尼你就好好玩，你不能在合影的时候问米老鼠1个月挣多少钱。他会哭的。好，讲到这儿，朋友们，谢谢你们，下次见吧，拜拜。掌声欢迎翟晓明。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翟晓明，大家晚上好。特别开心给大家讲个段子，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翟晓明，是山东临沂人，现在是全职的脱口秀演员。但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其实更想当一名歌星。小朋友们就是对自己也没什么很好的认知。我当时才2年级，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自信，跟班里2个大胖小伙子直接组了一个组合，起了我们那个时候最爱的组合的名字，我是 Selina 呀。我小时候听的歌跟周围的男生也不太一样，我听的都是孙燕姿、张韶涵、蔡依林，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小时候想当一名歌星，我都不是想当一名男歌星，就觉得可以朝女歌星方向发展一下。我记得在我2年级的时候，我幻想我未来当歌星开万人演唱会，8岁的我写下了我未来万人演唱会的歌单。
爱情36计，看我72遍，我是女生我。但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是女生放在我们老家太恐怖了。我们那边很讲究男子气概，然后我爸爸他就是那种特别刻板印象的山东大男子主义的家长，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必须得有男人味儿。然后有一天，他在他骄傲的儿子的抽屉里边找到了一张万人演唱会的歌单，打开一看，哟，他儿子是女生。我小时候其实很反对暴力，很讨厌暴力，但我爸爸只会用暴力解决问题。他看完那个歌单，气得直接撕碎了，走到了我的面前，跟喝多了一样，啪给了我一巴掌，说：“来，你再说一遍，来，你是什么？”朋友们，如果给我一个重新穿越回去的机会，我再给我爸一个他最想要的男人味回答，一定是我是你爹。我怎么打儿子了呀？而且我小时候看的动漫跟周围的男孩子也不一样，我不喜欢看那种男生很多的动漫。有时候课间的时候，我们会模仿自己喜欢的动漫人物打架。你是鸣人，他是佐助，我是百变小樱。哎，百变小樱跟他们打架太吃亏了，因为我施法时间太长了。鸣人一套螺旋丸都打我脸上来了，我还在那边库洛里多的魔法卡呀。很奇怪，而且我还摊上了一个爹味儿很重的爹。我爸真的爹味儿很重，他喜欢搞教育，但他学历不是很高，搞教育等同于搞我。记得在我8岁的时候，他听人说孩子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走到我的面前开始装起来了。哟，儿子，给你报个兴趣班，说吧，你想学什么，老子都能给你报。我当时真的以为机会来了，我说那个爸爸，其实我长大想当一名歌星，能不能给我报一个唱歌的兴趣班？我爸一听我要当歌星，估计是想到我是女生这4个字了，表情直接变了，给我报了个别的兴趣班。但他给我报那个兴趣班也很让人费解，他给我报的是拉丁舞。他是把我按照唱跳男团的方向在打造了吗？长大之后我去问过我爸，理由也很扯淡，是因为当时山东省每年都会搞那种拉丁舞的锦标赛，但是临沂地区没有青少年参赛，我报名就是临沂第一，代表临沂出征。就出于这个理由，他真的给我报了拉丁舞。但是在山东，一个男生学拉丁舞真的还挺难的，因为基本上每个男孩子吧，家庭教育都是你必须要活得像个男人一样。我小时候因为天天跟女孩子跳舞，经常会被我们班的男生或者其他班的男生霸凌。霸凌我的理由也都挺莫名其妙的。我遇到过最莫名其妙的一个理由，是我有一个舞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结果有一天，一个高年级的男的，那种小痞子、小混混，喜欢我的舞伴，看我天天跟我舞伴跳舞，拉我舞伴的手，他吃醋了，他觉得自己面子挂不住，因为我动了他女人的手。哎，人可装了，先找到我，兄弟啊，我们可以通过男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他要跟我斗舞。我没想到，哎，过了1个星期，他找了9个男的过来揍我了。我当时真的挺无辜的。那天刚放学，我走在校门口，9个男生直接上来把我围住了。我当时上初1，很矮很瘦，我也不会打架。9个男的这么把我一围住，说实话，我真的挺害怕的。那是我第一次比较直观的面对校园霸凌，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那个男的仗着自己人多，一句话不说，对着我直接一拳就打上来了。然后就在他出拳的一瞬间，我真的太害怕了，也可能他们真的是把我逼急了，我给他们跳了一段拉丁舞。这出拳的一瞬间，我吓得手这么展开了。我真的太害怕了，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了，我会的都用上了。但我没想到的是，我手这么一打开，他们也害怕了，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了。就那个男的，他刚要揍我，看我手猛地这么一起，他可能以为我会武术，
就我把他吓得他赶紧朝后面退了2步，但他不退步他还好，我当时真的太害怕了。他一退步，给了我一个错觉，就是我以为只要我跳拉丁舞，他们就会害怕的。所以接下来出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场景，就是那个男的虽然吓得退后了2步，我却逼近了他3步。哎，他打了我1个小节，我还了他3个8拍啊。然后我和他双目对视，我开始为了我的生命安全，在他的面前搔首弄姿。想哭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媚男过。而且我在拉丁起舞的时候，那9个男的没有1个人敢上来动我。我的舞步把9个男人原地硬控60秒。就看到他们愣在原地不敢上来打我，那一刻我其实意识到了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就是这个拉丁舞它还不能停啊。然后我就越跳越投入，越跳越带劲儿，我已经不顾对面那哥们儿的死活了，我甚至直接把我的左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这托举直接托起来，就从现在开始，他是我的新舞伴了。然后我就左手以他的肩膀为支点，在9个男人中间疯狂舞动，他快吓死了。而且当时刚放学，人流量特别的大。同学们一看校门口这边9个男的围成了一个圈儿，都特别兴奋，以为放学了在里边打架的呢。好不容易挤进来一看，哟，这就是街舞啊！我跟那9个男的的心态也不一样，我怕挨揍，所以人越多，我跳得越兴奋啊！我希望被人看到。他们围成一圈要打我，我在中间疯狂起舞，那场面像在拍印度电影。我不知道我的拉丁烂不烂，但此时此刻，这就是我的拉拉烂的。但让我崩溃的是，在人群当中，我看到有我认识的朋友，他们在用很诧异的眼神看我跳舞。那一刻我真的很紧张，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是个舞娘在给他们献舞，我想让他们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互殴。我不是在跳拉丁舞，我是在用一些很像拉丁舞的动作在打他们。为了让我的朋友们能有这样的想法，我想了一个超邪门的招数。我开始把一些打人的动作跟我的拉丁舞步结合在了一起，就比如我在扭胯转身的一瞬间，我会很夸张的把我的胳膊抡得很圆，然后借着我扭胯的力量对着那个男人的脸这么啪这么抡上去，然后我就边扭胯边抡他脸。朋友们，你们如果说拉丁舞教会了我什么，可能就是2个字儿：抡吧。所以朋友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跟我一起抡吧。但是面对校园霸凌，咱们还是先跑吧。我先跑了，再见。掌声欢迎小块。泰哥，加油，快哥，加油，加油！
大家好，我是小快。哎呀，你们知道这个节目的宣传效果有多好吗？去年我们俱乐部还是亏钱厂牌，现在已经是驰名亏钱厂牌了啊！前一阵儿竟然还收到一条私信，说我是来救你的。我说谁给我发起水滴筹了吗？这是？我赶紧问，您打算怎么救？扫码还是公对公？他说，你教我讲脱口秀。等我红了，你就活了。你说这是什么逻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关键是他为什么觉得我能教红他呢？他该不会觉得呼兰、广智、徐志胜都是我教出来的吧？我澄清一下啊，不能说完全是我教出来的，也有他们个人的努力啊。所以我就问他。您为什么觉得自己讲脱口秀能红呢？他说，首先，我的性别讲脱口秀有优势。你们猜是什么性别？都不敢说吧？我当时也不敢说，因为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脱口秀真的是一个充满了红利的行业。因为两个性别都觉得对方吃到了红利，所以我当时非常谨慎地问：您是那种本位的优势，还是那种觉醒的优势啊？他说我是不敢说出他的性别的，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舆论环境已经不允许我以身入局了啊。然后我又问了他第二个问题，除了性别，您还有没有别的优势？他研究过脱口秀，一张嘴就知道。他说我还有8种病。我当时就没敢接着问，因为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问到最后，我只能给他一份祝福。主要是我真的不想把疾病当作捷径，我怕路径依赖。那以后写不出来稿。就去医院挂号，跟这个医生说：“您今天就给我敞开了查啊，没有病啊。那这样，您看我这2条腿，能不能给我治瘸了？stand up comedy 这么多年了，也该来点 sit down comedy 了啊。延长职业生涯的方式就变成了缩短生涯啊。而且他8种病啊，就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你没法跟他开玩笑。”虽然他刚说有8种病的时候，我就想好了，他要是再得1种病，不就9病成1了吗？但我也不敢说，一着急说了一句知道别人有病时绝对不该说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啊！您讲开放麦试试。然后他提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说讲开放麦给多少钱？我不知道是他表达有误还是我理解错了啊。赶紧给他解释，讲开放麦写稿就行，不用给我钱。他说那我自己写稿，你给我多少钱？他问完这句话，我才知道他能成为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因为能想到这种问题，他大概率是穷疯了吧啊。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太了解这个行业，所以我就跟他说，开放麦是演员试段子的地方，所有演员都是没有演出费的。他只回复了我5个字，彻底的击溃了我。呵呵，资本家。我当时就不敢回了，但我觉得他还真的挺厉害的，一句话让资本闭嘴了啊！过了一阵，他还真的来讲开放麦了。坦白讲，我那天真的非常期待，但他的脱口秀怎么形容呢？你说他好吧，他讲的有一种那个等网约车的感觉，这5分钟怎么这么漫长啊？但你说他不好吧？他第一个段子就是我有8种病，再得1种就9病成1了。怎么说呢？下线是一个厂牌主理人啊。他下台以后，我还去鼓励他，我说没事儿，
第一次讲凉了很正常，敢站上这个舞台你就已经非常厉害了。但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他说：“你这儿的观众是不会笑吗？啊？”我告诉你，我人生中其实很少有这种时刻，就是对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接不上。幸好下一个演员上台的时候，观众突然会笑了。这时我看见他在后台小声嘟囔了一句弹幕里经常出现的话：“哎，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之后的1个礼拜，他达成了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1个字没改，1个笑点没有的同时，一点不内耗。他属于那种外耗型人格，每次冷场都能向外归因，开场难讲，结尾观众累了，中间不是上一个演员演得太炸接不住，就是太凉了带不动。甚至有一天给我发微信说让我换个剧场，说风水不好，影响搞笑。我那天是真的忍不住了，跟他说：“您也可以改改稿。”他说：“我的稿有什么可改的？”我说：“就是2个小问题，一个文本，一个表演。”发完以后，他2分钟没回我，但是一直显示正在输入中。我不是忘词了啊，我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等待的氛围。终于他回了，他说：“我现在很不舒服，我觉得你在利用上位者的权威对我进行打压、否定和 PUA， 想让我继续免费给你演开放麦。”我当时真的震惊了，我说：“这外耗型人格不会也是一种病吧？受迫害妄想症。”但是我第一时间的想法还是去解释，我说：“我真的没有 PUA 你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这段确实不行。”他说：“你这句也是 PUA。”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被绕到他的逻辑陷阱里了，我试图去找到一些证据去战胜他，在那儿搜，PUA 的标准是什么？你们猜标准是什么？就是只要你觉得不舒服，就是 PUA 了。这也太妙了，一下给我提供了灵感。我赶紧跟他说：“我现在也觉得不舒服了。我觉得你是在用指责我 PUA 的方式 PUA 我。觉得不舒服谁不会啊？”他说：“好，那咱们就让网友评评理。”一下我就冷静下来了啊。是王朔，这是王朔呀。因为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老板就是过街老鼠，中年人都有爹味儿，脱口秀演员都欠收拾，所以我的互联网画像是一个欠收拾的爹味儿过街老鼠。不用网友评，我觉得我死有余辜啊。所以我当时想明白这点以后，就变得理直气壮了很多。我跟他说：“您还真当真啊？那个不用在意我的想法，我的审美啊，垃圾。我觉得很多非常红的演员全都是垃圾，但是不影响观众喜欢他们。您以后也可能变得非常红，您说有没有这个道理？”他说：“对。”那你都觉得谁垃圾啊？我就不跟你们说那几个名字了啊，因为你们也知道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说点真话，群众也就变成坏人了啊。那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其实搜索了一下如何应对这些外耗型人格，搜到的结果竟然是让我向他们学习。你说这是什么逻辑？你打不过恶龙，就跟恶龙说：“您可能有所不知，我也是小龙人。”其实我非常知道外耗的人会过得很快乐，但我首先是个人，所以人不能把快乐建立到他人的痛苦之上。只有一个这个内耗的人是吧？即使今天我这一轮就被淘汰了，我也不会怪任何人，因为我比了这么多年赛，我能够面对真正的原因，
就是这儿风水不好啊。就讲这吧，谢谢各位。掌声欢迎陈小静。大家好，我是陈小静，站在这里真的非常的感慨。我上过第1季脱口秀大会，我是效果文化最早签约的一批艺人，也是最早一批撕破脸闹解约的。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新朋友还想着上节目签公司当大明星，醒醒吧！9年前我就梦过了。你们一定很奇怪，节目组怎么会让我说这个？因为他们更怕我去对面说。我今天管不了你们能不能共鸣了，我就是回来吐槽公司的。我很在意你们，但对不起，我憋太久了。审判正式开始。在公司那几年，真的是钱也没有，尊重也没有。我发微博吐槽公司，公司要罚我。一家搞吐槽的公司竟然不让员工吐槽，说公众人物这样发微博存在舆论风险，就10个赞。你不说我自己就隐藏了，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可以用小号发，我的大号它就是个小号，而且我的小号是用来给我喜欢的流量明星做数据的，那流量可大了。用小号发真的合适吗？啊，每天露丝我爱你，突然一个效果文化大坏蛋。其实就是那段时间公司内部出了问题，所有人都在吐槽，但只罚我停止演出，1年罚了我2次，1次罚了半年。每次杀鸡儆猴杀的都是我，我说就不能换只鸡吗？老板可能也意识到了，公司猴是很多，但鸡不可失。就安慰我说我是公司管理的底线，管不了我就管不了任何人了。原来我是主管，真的很委屈啊！忽然都在节目里骂公司，老板当没看见，我只是发了个微博，他就看见了，他都没关注我。那对忽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瞄准我。我要解约，但主动解约要赔钱。签约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千里马，解约的时候我都忍不住问自己，这是千里马呢？有个朋友就建议我去社会上做点坏事，变成劣迹艺人，公司就会主动解约。我说以我的情况也只能成为劣迹素人，存留案底啊。我请了律师，整个过程律师就只会跟我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问题是我不想沉默，我想尖叫。律师问我最想要什么，他可以去谈。我说我要老板哭着跟我道歉。律师根据我的想法给我推荐了一个心理医生。我妈知道了以后就叫我表姐夫来开解我，因为我表姐夫进过精神病院。我表姐夫知道整个事情，他就说：“哎，你请什么律师看什么心理医生啊？你就发疯啊！”我说我不会啊。他说很简单的，我教你啊，你就说心里话。大部分人呢，把心里话说出来，就像是疯了。
他像是那种电视剧里头疯的，就是你打我呀。我觉得我 get 到了。那天凌晨2点钟，我给老板发语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以来我的心里话从来都不是脏话。我说我明天要去你办公室拉个大的。我是真的有这个冲动，老板也是真的很害怕，他第一次关心我，你没事吧？我说没事儿，你要给我找事儿吗？他说你到底有什么诉求？要不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我说我要你娶我。太傻呀！他确定我疯了，一个律师老半天搞不定的事情，3天时间解决了。我没想到法律没有给我自由，求婚给我了。我当年闹得有多疯，我今年回来上节目就有多尴尬。离开公司4年了，第1年我在想早晚倒闭，第2年我在想怎么还不倒闭，第3年我在想怎么才能体面的回来。我这种感觉就是我一怒之下想掀桌，发现掀不动，于是尴尬的把桌子抹了一下。这几年一直有朋友问我怎么不报节目，我说我不想再受线上的束缚。其实我心里在想，再等一等吧，等老板忘干净一点。今年为了报节目，我还接受了公司另一档节目主咖的编剧邀约，我想多给彼此一点时间，循序渐进。我写到一半，因为写得太好，老板主动来找我加微信，我们扫了一下，当面把对方从黑名单里拉出来。老实说，他当初答应我解约那3天，我怕他只是骗我的，我也没闲着。我通过企业系统查看了老板的手机号，这个系统会提醒他对方查看了你的手机号。我一天查看几百次，我还每天给他发信息。我当时真的偶像剧看多了，我说放我走吧，你们不要再伤害我了，我也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个我早就忘干净了哦，但拉回那一瞬间，我一眼看到这个聊天记录，他也一眼看到这个聊天记录。我赶紧给老板发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说我把过去4年没给你的祝福都补上，后面4年的也先给你，就是想刷上去。因为我走之前还发了一句，我陈小静就上外面要饭，我也不可能回来。小丑，纯纯小丑。其实我无数次的幻想过我们再次见面的画面，我功成名就，老板来拜访我，在门口等了3天3夜，我说放他进来吧。我的保镖给他搜身，我说不得无礼。这可是叶老师。此时记忆里总是神采飞扬、运筹帷幄的叶老师，露出了我从未见过的慌张和挫败。他拉了下衣角，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终于开口：“救救我濒临倒闭的公司吧，小静姐。”我说一切过往皆为云烟，给我磕10个响头。回顾过往，我当年确实是自不量力啊，但我不会怪自己的，我怪哪吒。
坏哪吒。他说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信了。我以为人人都可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原来只有哪吒可以。你有本事才是哪吒闹海，没本事那就是虾兵蟹将闹海，瞎闹。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内心从来没有后悔过离开公司。我自己开了编剧工作室，把自己养得很好。我觉得人一定要勇敢的离开会伤害自己的环境。等他改造好了再回来看看。啊，不好就去对面看看。其实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因为难免会有人说这个是内部梗，我觉得不是啊，这是我去了外部才会有的梗。还有人说像八卦，怎么会是八卦？这是我沉默的7年。要说八卦，其实我当年得罪了公司的中层和高层，那个中层现在是另一档节目的高层。人竟然可以同时走死2条路。这2档节目刚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不知道该怎么选，我也不知道。怎么敌人的敌人还是我的敌人？这次2边领导都主动找我加回微信了，终于有的选了。但我觉得哪里出的问题，我就回哪里解决，击毙你。所以人生是不会完蛋的，哪怕是过去看起来失败的战斗里，反抗本身也拯救了我。我知道我总是自不量力，但我愿意。惊为天海，夸父逐日，西西弗斯，小径回宫。大家好，我是小蝶。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宠物。我平时是住在杭州，我在杭州养了一只鸡。养它是因为它的命也特别硬。是有一次我去一个路边的农贸市场买了一筐鸡蛋，上面还贴了标签，写着有机农产品。回家正准备放进冰箱，有一个蛋破壳了。啊！真的有机。真的有机啊！我当时特别震撼，母性都被激发了，就好像这个蛋是我下的。我同时又有点后怕，我就在想，如果刚刚我真的把它放进冰箱，下一次我一打开冰箱，激动死了。好邪啊！我得恨自己一辈子。我后来就决定把它养起来当宠物。我去网上搜养鸡当宠物，第一步要做什么？搜出来的词条，第一个是养殖场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条件啊？什么山清水秀，通风良好，我就把它养在阳台。然后我又搜了一下啊，鸡要准备什么样的食物零食，搜出来的都是鸡做的零食。我都不敢搜什么鸡玩具、鸡爬架，感觉出来的不是鸡爬就是鸡架。鸡确实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些食物，包括我在给它起名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它起的名字也叫黄焖鸡。要养一个比较小众的宠物呢，就意味着它生病了，你不太好给它找地方治病，甚至你都发现不了它生病。我养了1个月，我才发现它的脸色不太好。脸想不到吧，鸡也有脸。我把黄焖鸡揣在兜里面，我带它去了宠物医院。当时前台非常的热情，问我你家毛孩子怎么了，我都不敢把我家毛孩子掏出来，我怕被旁边的毛孩子给吃掉。后来呢，宠物医院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就自己回家去网上找了一本禽类病理学，
学了一晚上，学了20多种病。后来去网上一查，鸡的药1颗就可以治20多种病。我当然不太信任这个药，在我看来，1颗药可以治20多种不同的病，就相当于有1颗药可以同时治人的什么感冒、发烧、脚气、痔疮、ADHD， 肯定不靠谱。所以我就买回来，我想着小试一下，真的把它给治好了。我后来还加入了一个养鸡当宠物的小圈子，我在里面呢给别人的鸡看病，他们都叫我鸡圈大佬。目前还没有人发现我开的都是同一种药。然后差不多养了3、4个月呢，我发现黄焖鸡是一只母鸡，它开始下蛋了。它开始下蛋以后，就好像变了一只鸡一样，它也开始有母性。每天下完蛋不吃不喝就想孵蛋，把自己搞得特别憔悴。我真的很心疼它，我每天都过去把蛋拿走。我每天都过去劝她，我说姐妹，你没有那么想要孩子，你就是排卵期到了。我说你先爱你自己吧，给鸡喂了点心灵鸡汤。后来他为了防止我把他的蛋拿走，他每次下完蛋都自己直接吃一个鸡蛋补一补。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呢，养鸡在家里面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它会随地大小便，很没有素质。小的时候还能忍，但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鸡越大，鸡屎越大，而且它的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就从我睡觉的地方一直拉到我吃饭的地方，拉完了。我每天下班回家，我都要在门口先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我甚至在家里面还贴了个标语，禁止随地大小便。当然也没有什么用，那些随地大小便的人或者是鸡，他们都是看不懂人话的。我就用了很多种方法来培养他这个定点上厕所的习惯。我就发现呢，他每次上厕所之前有一个前摇，大概5秒钟，他会当场愣住。从此以后，我只要看到他愣住，我就上去把他抓到卫生间，只要他愣住，我就把他抓到卫生间。一来二去，成功的改掉了他的毛病。他上厕所之前再也不愣住了，直接拉。后来呢，我被邻居举报了。我后来也是纠结了很久，我想着给他找一个合适的新主人，我很舍不得他。我去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那个帖子的标题叫"给鸡找主人"，审核没有通过。这是我养了鸡以后特别无语的一件事情，就大家能不能把鸡的意思还给鸡？现在的互联网是不是对鸡这个字太敏感了？我反对用鸡来指代任何人，除非他随地大小便。我觉得可以叫那些随地大小便的人走地鸡。然后后来呢，我把这个帖子绿化了很多次，我最后改成了宠物鸡求领养，领养代替购买，同城面交，学生勿扰，到手不能刀。还是会收到一些很奇怪的私信，问我这鸡多少钱1斤。还有一个私信很奇怪，他上来就问我母性强不强，也没有主语，我以为在问我，我说我母性挺强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手里面有一批科尔鸭的受精蛋，就是很贵的那种宠物鸭。这个人打算用一只母性比较强的母鸡来低成本的孵化，我当时就把他拉黑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代孕是犯法的。后来我真的找到一个人，他住在郊区，
他平时也养鸡当宠物，而且他有自己的大院子，我就把鸡送给他养。我没有想到送的过程也全是误会，我特意叫了一辆面包车、货车，司机打电话问我说你要拉什么？我说垃圾。他说什么垃圾？我说母鸡。他说你是广东人。他说你到底要拉什么？我说宠物鸡，活的，能拉吗？他说会不会在我身上拉屎？我说能拉吗？他说只能拉一点。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其实比较幸福。我把黄焖鸡送过去以后呢，它也是被当宠物在养。我第一次去看它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当时我去看它的时候，黄焖鸡在树荫下面刨坑、抓虫子、洗澡，过得非常快乐。主人呢也很喜欢它，但是主人说它只有一个毛病，就是会吃别的鸡下的蛋。就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欢迎李文。嗨，朋友们，好久不见，你们好吗？太好了，太想这个舞台了。今年我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上班了。唉，有了我人生中第一个领导，王总。我觉得我跟那些没有工作的脱口秀演员已经不一样了。我再看到他们在一块儿聊天，我都觉得哟，这不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吗？但我今天不会在这里骂王总啊，因为王总平时对我就可以说是已经非常不满意了。我再骂他要全职讲脱口秀了。我知道骂领导呢大家都爱听，但是我更爱我的五险一金。那为什么还是要讲呢？因为腾讯给的还是太多了。王总是个老登，很难沟通，话都讲不清楚。我在微信上问他，我说王总，明天的材料是要 PPT 还是 PDF？ 他说对的。我第二天直接给他一个 PPT， 那个 PPT 就叫 PDF。那个文件叫 PDF.PPT。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幽默？我说对的。但是没办法不跟王总接触。前段时间他过生日，同事都准备了礼物，我也得送，还不会送，就问我爸。我爸给我讲了很多，他说首先啊，有些东西不能送，比如手表，因为表就是钟，这是给别人送钟。我说哦。哎，我说等一下爸，我还说今年要是挣了钱就给你买个劳力士呢。他说那不一样，你爸命硬。我其实觉得这种谐音的避讳很没道理。我看网上看到有人说梨子是分离，也有人说梨子是大吉大利，感觉好坏都看口音。我说这样说的话，我的表可以送给河南朋友。别人问这是啥呀？我说钟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迷信了，属于是，因为谐音要是有用的话，生活就很简单。我每天就给公司里面讨厌的领导送礼，什么茶叶、玛瑙、玉石、纪念币都有说法。茶是调查，马是落马，狱是监狱，币是枪毙。这么恨吗？还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定，比如我爸跟我说，你可以送礼金，但是只能送双数，不能送单数。比如你可以送600，但是不能送500。我说爸爸，500是双数。他说你懂个屁，这是人情世故。我说爸爸，这是小学算术。我觉得还是得看王总缺什么，投其所好。观察王总，观察了1周，我发现他缺的东西都很难送，什么同理心、人性、道德底线，这些东西用钱都买不到啊。我只能把我自己的送给他，但是那样我不就成李总了吗？后
后来还是从同事那儿打听到说王总爱喝茶，买了一盒碧螺春，6000块钱1斤的茶叶，买了2两。那个茶叶就这么一点儿，那个店员给我用了一个店里面最大的盒子装。我说什么意思？有什么说法吗？用这么大个盒子？他说你这个人一看就想装个大的。我说看人挺准。最厉害的是那个盒子上面有一个2维码，你扫那个2维码的话，这个茶叶的建议零售价是2万1斤。这个数可以自己设置。我甚至可以设置成20万1斤，但是没有必要，因为我是要取悦他，不是恐吓他。我觉得这个礼物选得很好，但是礼物选了，你还得学送礼的礼仪，哎呦，那就更复杂了。我去问我爸，说一些听都听不懂的高级词汇，跟我说送礼讲究一个3推3就。我心想推3就干什么？他意思是别人一定会拒绝，然后你要说服对方，而且这个拒绝还分真拒绝和假拒绝。真拒绝就是哎不，假拒绝就是哎。这个人他要吐痰。当然，我想了王总所有的有可能用来拒绝我的理由。我说，不行，太贵重了。不行，刚上班。不行，有监控，啊，我都想清楚了。我就回忆我脑海中送礼的场景，有一招必杀技，4个字，给孩子的。啊，当然你送的东西要真的能给孩子啊，你不能拿2条中华，你说给孩子的。你比如你送一套书，你说给孩子，对方一定会收的，因为他很难拒绝，他不可能说不要，我们家孩子就要当文盲。所以我想得很清楚，王总如果拒绝我，我就去找王总他爸。我觉得主要就是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复杂的拉扯。我以前送礼很简单，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比如室友过生日，我送他一个皮肤，他说谢谢爸爸，这个流程就结束了。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现在已经非常自信了，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我那天提着茶叶去王总办公室，是我去他办公室路上最自信的一次。走在那个路上，脑海里面就已经开始演戏了。我想象中，等会儿走到王总办公室见到王总，我的状态应该是先礼貌，然后介绍，然后炫耀。王总对我的态度应该是微笑、尖叫，然后跟我拥抱。我想得非常好。现实里面，我走到王总办公室，把茶叶往桌上一放。我说王总一点心意，他说谢谢。我说啊，这么贪婪吗？一下都不推吗？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王总又幽默了一下，他说嗨，这个茶叶一看就很贵吧，我这种山猪吃不了细糠啊。超纲了。我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我说我去，还有第2关？但2个人面对面的说话，你是没时间思考的，你不可能突然停1分钟去想，你说王总到底是不是山猪啊？没有这种可能性。你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就是王总不是山猪，山猪也不是王总，王总跟山猪没关系。我说王总，这个也不是什么细糠。最荒谬的事情是，直到我写这个段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句话有多么的愚蠢。我前段时间还问王总，我说上次送礼那个事情真是不好意思。王总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当时很幽默？我说对的。谢谢大家，就到这儿，拜拜。欢迎王颖。大家好，我叫王颖。对，我去年讲了我得乳腺癌的事儿，总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后遗症，确实有，会频繁的想打游戏。我最近沉迷上一个电脑上的射击游戏，这个游戏的主要玩家是10几岁的小孩儿。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呢？有次一个队友问我多大，我说我31了，他沉默了。过了1分钟问我，别开玩笑，到底多大？所以我现在会撒谎，一般队友多大我多大。有次一个队友说他03年的，我说我也是，他说我骗你的，我说我也是。我说我95年的，他说我10年的。
我真不太理解，10年有什么装03年的必要啊？03年才23岁，这就是他在这个游戏里能想到最老的人吗？我以为谎报年龄，他们就不会发现我年龄大，不是这样的。我和那些10几岁的小孩现在有代沟了，他们会问我：“你一直盯着那个地方，出来人为啥打不死啊？”我说：“因为盯久了眼会花呀。”他们发现我菜之后就跟我说：“实在不行，咱买点装备呢。”我说：“我买了呀，贝贝佳、眼药水、痔疮垫儿。”还有一次我打的有点菜，一个队友开麦问：“这是谁带的妹？”听声音感觉他还没有到变声期，问我是谁带的妹，给我气坏了。我说：“你跟你妈出门也介绍这是我带的妹吗？”说完我有点后悔，我怎么带入了母子关系啊？我本来想让他尊重女性，但他好像理解成了得尊重老人，因为他迟疑了一下，又问：“这是谁带的姨？”我真是打不过那些小孩儿。有时候我就在想啊，支持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那帮人，有没有可能他们不是为了小孩好，就是打不过输急眼了？成年人就是这样，面对不了自己的无能，就滥用自己的权利。我就不这样，因为我没有权利，我只能坚持打游戏，因为我打游戏能够恶心队友，降低小孩对游戏的兴趣。我现在每天随机拯救几个青少年。如果你们发现自己的孩子突然不爱打游戏了，不用谢。有次打着游戏，队友的麦里突然传来他妈妈的怒吼，说：“你天天打游戏，长大能干啥？”小孩特别倔啊，说：“我要打职业。”我说：“你能匹配到我？”但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每一局我拯救4个小孩的同时，会害得对面5个人打得特别爽，更加沉迷游戏。到底要不要为了救4个小孩害5个小孩？这就是我的电竞难题。成年人打游戏就不需要游戏防沉迷，像我打累了，心脏会跟我说话，他会说：“你再不停，我就停。”比起游戏防沉迷，成年人更需要工作防沉迷。不是说有人会沉迷工作啊，但总有人沉迷让别人工作。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严厉打击。比如说，半夜在工作群里艾特人，账号封半年，节目录制8个小时以上，拘留总导演。还有什么临下班了，老板说开个小会，直接抓走。但是不要当天抓走，因为会耽误下班。我们留着，等到团建的时候再抓走。普通员工自愿观看，管理层强制参加。凭什么老杀鸡敬猴啊？就应该杀猴敬猴。我最近打游戏还经常会感慨，我觉得打游戏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因为现在打游戏没人管。小孩打游戏，家长会担心他玩物丧志，而我已经30多了，刚得完癌症，每天坚持打游戏，听起来很励志。生病之前打游戏，我还会责备自己，我想你快30了，一事无成，还在打游戏。现在这一丝愧疚，之前生病手术的时候被医生摘除了。以前总听1寸光阴1寸金。生完病，我觉得人应该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凭什么人到30就得有车有房？我觉得人到30应该有盖亚 AK 和侦察 M4。这是啥呀？游戏的装备。我这个病得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得轻了想不到及时行乐，得重了没时间行乐。我建议你们也开始及时行乐啊！
不用非得亲自得病，你们可以从我身上吸取教训。万一有人问，你们就说我有一个朋友得了癌症，让我明白了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不用客气啊，算我请你们的。我就讲这里，谢谢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季节性的脱口秀演员秋月。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秋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今天讲点不一样的啊，讲点我其他的故事啊。我曾经在工地工作过8年的时间。工地啊，对，你们还行，你们有质疑啊。我之前跟我朋友说，他没有任何质疑，感觉我就从工地出来的。我大学学的是园林工程专业，毕业就下了工地了，就感觉这个专业特别的好就业。一切都非常顺利，顺的让我感觉我不念书也能去。到了工地，一切都不适应啊！首先称呼就不适应，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在工地都是姓氏后面加公，张工、李工、王工，到我这儿邱工。邱工太难听了，这怎么都是工啊？你就感觉工地的工，它就是公母的工。你都找不到任何词汇跟女性相关，要是有的话，那就剩螺母了。真的，那年我是工地唯一的一名女技术员，我还特别感谢我的领导，我说感谢你在没有女生的情况下愿意把我留下来。他说不用感谢我，你感谢你自己就行。我当初都没看出来。住宿也是，你也没看出来是吧？住宿也很不方便，住的是那种活动板房，8人寝，7个男的。我朋友知道都特别担心我，他说啊，你白雪公主啊！真的，我为了保护自己，我把我的床铺四周弄个帘儿。啊！但是还是很烦，你一扒开帘就能看见对面男人的脸。我跟他说：“你能不能也整个帘？”他说：“我不要帘儿。”一到晚上，呼噜声就起来了。但是谁打鼾，你就拍打一下他的头，呼噜声就会短暂暂停。但是7个打地鼠，7个呼噜娃。你打不过来，你睡一宿觉把我这爷爷累得跟孙子似的。当然工地上厕所也很不方便，我去的那工地只有男厕啊，但是有男厕很奇怪，男生不怎么用。他们坚持就近原则。哎，整个工地最干净的地方就是男厕。给我憋得没有办法，我只能找那种大型的遮挡物来遮挡。我看到一个铲车，我就跑到他的后面，趁没有人的时候，我迅速蹲下。我蹲下了，铲车开走了。有一天，我站在铲车后面，领导突然指着我说：“铲车司机不在，你赶紧过来给我开一下铲车。”我都不知道我有什么气质，就让他认为我会开这个铲车。还没等我拒绝，他就半推半就给我推到了铲车上，把门一关，给了我一个手势，走。我当时坐在那个铲车里往下看，我在想，我是不是会开这个铲车呀？我给忘了，想了半天没想起来啊。后来还是查手机，顺利把铲车开走了。铲车虽然开走，但是铲抬不起来，把工人辛辛苦苦挖一上午坑全给埋上了。领导吓坏，领导说：“你不会开呀？我看看你天天在铲车后面转，我以为你会开呢。”当然，就是工地待久了，整个人会变得十分的无趣。我每天的生活不是修路就是栽树。就我真的，我会在我朋友突然聊美食美甲的时候，就冒出一句：“我说你知道银杏吗？”他说：“我知道啊，银杏的弱点吗？”
后我真的发现我彻底融入不了他们了啊！他们会休周六周日，我没有周六周日。他们会在休息的时候睡懒觉，我一想到他们睡懒觉，我就想把工地的钻声开到最大。真的8年啊，工地围挡把我和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开了。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嫌我吵。哎，就这样，家人还是希望我能在工地找一个好对象。要不然呢，就是有钱，要不然有技能啊。其实有技能很简单，铲车司机嘛。过年我们一人回家开台铲车，我都能想象到邻居高兴的样子。盼了这么久，终于盼来拆迁的了。有钱也很好找，就是工程大哥啊。工程大哥确实有钱，金项链、小手表。他从霸道车上下来就开始跺脚。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跺这2只脚，工地本来灰就大，一下车人没了，大哥。而且他那个脚走2步，永远撇得像那个路由器的天线，你走到旁边你都能踩他脚上，我都没有办法跟他想象我怎么样跟他步入婚礼的殿堂，我得完全的内八，才能和他的外八高度契合。我们生来就八字不合。但是后来我离开工地，我妈说：“你看这下好找对象了吧？”其实我妈不知道，其实8年的工地生活早把我气质给培养出来了。我跟相亲大哥吃饭，大哥说：“你吃啥？”我说：“啥快吃啥。”大哥说：“你干啥的？”我说：“我之前干工程的。”这话说完，我比那大哥还大个。大哥很好奇：“你做什么工程？”我说：“吃完饭领你去看看。”我选了一个我做过最好的工地。我跟他一起走到工地门口，我走到那个小区门口，小区保安一下就把我认出来了。他说：“不是业主不让进。”那天我回家的路上，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失落。我就在想，小区回不去了，青春也回不去了，我都不知道如何跟这些人证明我这8年到底干了些什么。这时候正值是春天啊，柳絮纷飞，漫天的杨树毛毛。我后面的人突然打了个喷嚏，他就说：“这是破树，谁栽的？”我笑了。那一刻我就明白，咱青春虽然回不去了，但每年的春天你们都会想起我。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最后出场的，掌声欢迎山河。山河，我喜欢山河，山河好，很棒。好，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最后一个了，咱们热闹起来好吗？大家好，我是山河，你们好吗？哎呀，真好，看见你们真开心。也是第3年上节目了，压力太大了。去年10月份，节目刚播完，总导演看着我们说：“哎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好吗？10月份刚打完江山，5月份又要打江山了。脱口秀的江山是半年抛的，好风骚啊！我觉得素材好歹得积累积累吧，不是说厚积才能薄发吗？但你要是薄积的话，什么东西？薄积确实挺好看的。别管了，我现在也疯了。我这2天太焦虑了，我前2天心慌、手抖，呼吸困难。我奶奶觉得不对劲儿，开始打我。谁？出来！是不是他爷爷？我说不是，是的话早还手了。后来知道是有一点点焦虑症了啊！不要担心，焦虑症现在太普遍了，很多人都有，每天担心害怕嘛。害怕有问题，害怕出错，害怕被骂，所以焦虑症又叫上班了。我也反思了，为什么现在物质条件好了，我反而越来越焦虑了？我发现我就是个这个性格，我性格就这样，我什么事儿都会往最坏处想。前2天说去放松一下，去按摩，我把手机放在按摩床那个洞下面，眼睛刚闭一会儿，腾讯总导演发来条微信说：“山河有个事儿，我一会儿打电话跟你说。”
哇！我看到这行字之后，我整个人都僵硬了，我就一直等，我就盯着那个洞，那个洞黑的跟深渊一样。朋友们，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说一会儿打电话说。我觉得你什么话你不能现在说，你非得搞预告，提心吊胆啊，提心吊胆，让我这种提心吊胆的这种让我难受。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说打电话肯定没好话，肯定说你今年上不了节目了。我今年要上不了节目，我就没有曝光，没有曝光就没流量，没有流量没有热度，没有热度就完了。天爷呀，我今天还在这花钱按摩，明天会不会给人按摩呀？哎呀，山河要失去这大好山河了。最后给按摩阿姨整焦虑了，说这个肌肉怎么越按越硬呢？我说阿姨，我肌肉硬，但是我骨头软呀。就是这种紧绷的状态一直持续，现在就习惯性焦虑啊，一遇到事儿就废寝忘食，废寝忘食嘛，就是忘记自己吃过饭了，消化的很快，素食主义者。反正吃这方面咱不操心，哎，我主要是睡不着，我觉得睡不着不能叫我熬夜，哎，睡不着应该叫夜熬我。对吧？我被夜熬，夜把我熬，我感觉我那个床底下就是有火，一躺下就开始烤我。不然为什么不停地翻面儿、叹气、出油，还会发出那种下油锅的声音？刚一躺下，脑子里面有个声音：我考考你，领导今天说某些人是哪些人呀？算了，别想了，明天还要坐飞机呢。飞机会不会出事儿？会不会螺旋桨飞什么东西卡住，飞机失衡，氧气面罩拉不下来，救生衣穿不上，没有大码的？哎呀，哎呀，越想越害怕，不停地翻面儿。第二天还有人问我说：“你咋了？昨天晚上干嘛了？”我说：“哎呀，翻云覆雨，缠绵悱恻，刺激。”经常焦虑的朋友知道，你好不容易睡着了，还会做噩梦。有时候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拿手机解梦，查梦到蛇代表什么，梦到枪杀代表什么。我有一次梦见正比赛呢，忘词了，张绍刚看不下去了，把我麦抢走了。醒来搜梦到张绍刚代表什么？AI 说我暗恋他。我朋友特别好，劝我说：“哎呀，人要学会接纳自己，对吧？你没流量就没流量，不好笑就不好笑，淘汰就淘汰。”我说：“你能闭嘴你就闭嘴。”我没有这样的心态，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这咋整啊？”我感觉我们这种焦虑型人格也有自己的 MBTI， 哎，我称之为 IODK 型，就是要多 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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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K。哎，我羡慕人家那种 IKQN 型，哎 ，Kinchana， 没有人告诉过我 Kinchana， 没有人告诉过我没关系的，我爸妈都是告诉我你完了，这点小事干不好你完了啊，也跟我说过没关系的，就这事儿你靠你自己吧，咱们家没关系的啊。我前2天刚回家，我爸说你看拖鞋不摆好，屋子不收拾，你这样下去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我说哎呦，怪不得最近国际局势那么动荡，拖鞋的事儿啊。我也跟我妈聊，我说妈，我最近很焦虑，我的未来，我的收入，我的人际关系。我妈特别认真看着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你胖了不好，你胖找不着对象，妈天就塌了。”这就是我们家，每天都是杞人忧天，每个人都是杞人，每天晚上都是杞人奇妙夜呀！哎呀。杞人奇妙夜。哎呀，其实我今天站在这儿啊，我不是想跟大家喊口号说，哎呀，不要焦虑啊，我们应该怎么消除焦虑？焦虑真的是消除不了的，尤其对我们这种人来讲，你消除了眼前的焦虑，还会有更大的焦虑。我现在回头看，什么成绩不好、容貌焦虑、身材焦虑，现在看简直就是微焦，外焦里嫩，美拉德式焦虑。现在加上什么收入、健康、未来、人际关系全焦了，糊过底了。不行，听不得糊这个字，艺人现在真的。所以我觉得网上最近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过来了就好了，对吧？什么叫轻舟已过万重山？我觉得如果实在跟我一样焦虑的朋友，咱们轻舟可以先停一停，
我最近就想当几天两岸原声提不出的猴，就叫，就发泄。谁再跟我说你这样下去就完了，我说对。一会儿打电话给你说妖怪。谢谢大家，我张哥，谢谢你们。